穿越后，我是坐拥万套豪宅的包租公，可拜金女友却把我当成小区保安替人收租。于是他整天骂我是个不努力的废物，从而选择和我一刀两断。就在我准备今后当一条摆烂咸鱼时，突然一位萌娃找上门，爸爸，一声奶声奶气的呼唤，直接给我喊懵了。我当场石化，紧接着旁边的大美女直接甩给我一份文件，竟然是 DNA 鉴定报告。我看不懂那些复杂的数据，但最下面那行字让我瞳孔地震，亲子概率99.99%。就在我发愣时，大美女白我一眼，能先进去吗？我这才回过神，赶紧让开路。可等她走进客厅，摘下口罩的瞬间，我呼吸都停了。太美了，她被我看得有些无措，直接开口：“我叫赵玲，4年前中心酒店那晚，你还记得吗？”怎么可能不记得？那一晚我这辈子都忘不掉。谁知赵玲接着说：“听说你有了女友，希望你能好好对女儿诺诺。”说完，她眼神都黯淡下去。我心里一紧，赶紧蹲下抱起诺诺。放心，她是我女儿，我当然对她好。紧接着我补充一句：“不过我跟女朋友已经分了。”话音刚落，我明显看到赵玲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她还装作平静地问我为什么分了。我把原因告诉她，岂料她眼神突然变得幽怨。那你忘不了我，为什么毕业就找对象了？我苦笑一声，我说我想忘了你，你信吗？那一晚你只留给我一个模糊的背影，正好有人跟我表白，我就想试试开始新感情，能不能走出旧感情。话音刚落，我脑海里一个声音突然说：“谢谢你，我可以安心了。”随后那个声音彻底消失。赵玲听完愣住了，眼里瞬间写满愧疚和一丝甜蜜。原来我这么多年一直没忘了她，其实她也一样。她今天来就是想看看我，顺便让孩子认爹。就在这时，我脑子一抽，好奇地问了一句：“对了，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赵玲听到这话，整个人都傻了，她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你没见过我吗？”我绞尽脑汁想了想，我好像还真没见过。她没好气地问：“难道你不看电视的吗？”这下轮到我尴尬了，只能挠挠头说自己只顾着学习。赵玲无奈无脸，直接丢来一句：“自己百度去。”我立刻掏出手机，打开百度。我操，这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赵玲竟然是歌坛天后。我嘿嘿一笑，原来你还是个大明星啊！赵玲没好气地赏我一个白眼，这个白眼直接把我给看呆了。这女人绝对是想馋死我，让我看得到吃不着。我正胡思乱想，赵玲却看了下时间，说她约了人。紧接着她留下一句重磅炸弹：“诺诺就交给你了，我忙完再来。”我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前世好歹也是天王巨星，什么美女没见过，但嘴上还是立刻答应。放心吧，大明星，诺诺是我女儿，我不会委屈她的。这时怀里的诺诺奶声奶气地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赵玲温柔地对她说：“妈妈1星期来一次。”小家伙立刻伸出小手：“妈妈要说话算话，跟诺诺拉勾勾。”拉完钩，赵玲抬头深深看了我一眼：“诺诺就交给你了。”临走前，赵玲还不放心地叮嘱我一大堆：“诺诺不能吃辣，不能吃太多甜食，睡前必须讲故事，还有他睡觉会蹬被子。”我刚点头记下，他转身又掏出一张银行卡塞给我：“你刚毕业没工作，这张卡你拿着，不能让诺诺饿肚子。”我立刻推了回去：“不用，我有钱。”可他压根不信，8成是以为我穷得叮当响，还在这打肿脸充胖子，便直接把卡塞到诺诺手里：“诺诺，这卡你帮爸爸拿着，等用得着的时候就给爸爸，好不好？”诺诺甜甜一笑。楼下的保姆车里，他的经纪人陈玲直接炸了：“你就这样把诺诺给那个渣男了？”小助理也跟着帮腔：“是啊，赵玲姐，我真为你感到不值。”赵玲却尴尬地笑了笑，连忙解释她当年根本没看清自己，而且他们已经分手了。陈玲听完前因后果，这才感慨道：“原本以为他是渣男，没想到还是个痴情种。”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起了明天的续约，不知道公司又会出什么幺蛾子。赵玲叹了口气：“走一步算一步吧。”此刻家里，小诺诺奶声奶气地喊道：“爸爸，诺诺肚肚饿了。”我立刻让他乖乖看电视，自己一头扎进厨房，鸡蛋羹、白菜豆腐汤、番茄炒蛋。当饭菜端上桌，诺诺瞪大眼睛惊呼：“爸爸做了这么多菜，诺诺吃不完。”他跑过来拉着我：“爸爸陪诺诺一起吃好不好？”我笑着点头：“好呀。”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问诺诺是想睡觉还是再玩一会儿，他奶声奶气地请求：“爸爸，我想玩一会儿好不好呀？”行，但我只给他半个小时，必须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可到了讲故事环节，我傻眼了，我脑子里全是打打杀杀的武侠故事，这怎么讲？我只好硬着头皮问诺诺：“你妈妈以前给你讲过什么故事？”他想了想，只记得小熊的故事，然后抬头看着我：“爸爸不会讲故事吗？”我瞬间尴尬到脚趾抠地，我灵机一动：“诺诺，要不爸爸唱歌给你听好不好呀？”他想了想：“那好吧，爸爸要教诺诺，诺诺学会了要唱给妈妈听。”好，我立刻一遍遍教他唱歌。半小时后，小诺诺完整的唱了一遍。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天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诺诺唱完后，傲娇的抬起小脑袋：“爸爸，
怎么样？我在他小脸蛋上猛亲一口。我家诺诺真棒，我立刻许下承诺。快睡觉，明天爸爸带你去游乐园。好呀好呀，明天要去游乐园玩了。与此同时，赵琳和陈琳已经来到万盛娱乐。一进董事长办公室，一个满脸猥琐的男人就迎了上来。他就是公司新老板刘壮。这个刘壮接手公司后就对赵琳死缠烂打，被拒后竟然恼羞成怒，开始利用续约的事骚扰他。一大早我就醒来，这是前世养成的晨跑习惯。为了不吵醒诺诺，我轻手轻脚溜出了门。可我刚下楼，画风突变。住户们竟然纷纷热情地冲我喊包租公早。没错，你没听错，整个花园小区都是我的。不仅如此，我妹妹顾涵还有一个，全是我那对不靠谱的父母在我们18岁时送的成年礼。他们把房产一丢就环游世界，只留下一句只能租不能卖。从此除了过年，我俩连人影都见不着。跑完步，我顺道去买早点，2份小笼包，2份豆浆，3个油条。刘叔一脸好奇，包租公这么多，你一个人吃？我笑着说2个人，我和我女儿。刘叔当场惊掉下巴，包租公什么时候有女儿了？我咧嘴一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提着早餐，我兴冲冲地回到家，一开门就看见诺诺坐在床上，撅着小嘴，眼圈通红。爸爸，你去哪了？是不是不要诺诺了？我心头一紧，赶紧把他抱起来。爸爸怎么会不要诺诺？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诺诺一看到早餐，瞬间破涕为笑。吃完饭，我立刻兑现承诺，带他直奔游乐园。而与此同时，万盛娱乐办公室里，气氛降到冰点。赵琳面对着满脸猥琐的刘壮，强忍恶心。刘总，合同到期，我不续约了。刘壮当场翻脸，一脸阴沉的威胁。赵琳，你考虑清楚，离开公司，你就在这行寸步难行，等着被封杀吧。可赵琳压根不在乎，冷冷一笑。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是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里。刘壮一脸愤怒。行啊，我看到时候谁敢给你写歌。原本你只要从了我就会让你稳坐天后的宝座。脱离公司后，赵琳几人连住的别墅都没了，经纪人陈琳急得不行。赵琳，要不给你爸打电话收拾他？赵琳立刻否决。不行，我爸本来就对顾星逸有意见，他要是来了看到诺诺，事情就更麻烦了。而此时的我正带着诺诺在游乐园疯玩了一整天。我看着怀里的小诺诺问道：诺诺，饿了吗？他一听小肚子立马咕咕叫。我二话不说，直接带他进了一家自助餐厅。服务员微笑着说：先生，现在优惠150元一位。我眼都不眨，扫码付款，海鲜、烤肉、甜点，我给诺诺拿了一大堆。小家伙吃得满嘴是油，可爱极了。可就在这时，餐厅门口走进3个美女，为首的那个虽然穿着朴素，却美得无法掩盖。更要命的是，我听见他身边的朋友喊他：顾涵。这家餐厅我们来过，200一位可贵了。顾涵，那不是我妹吗？顾涵和室友刚付完钱，正准备开吃，突然室友张木指着我的方向，一脸震惊。顾涵，那帅哥是不是你哥？他旁边的小女孩不会是你哥的吧？好可爱。顾涵顺着手指看过了，当场石化。不可能。说完，他带着室友直奔我而来。哥，不介意我们拼个桌吧？我抬头一看，好家伙，真是我妹顾涵都来了，我还能拒绝？顾涵直接坐下，眼睛却死死盯着诺诺。哥，这小姑娘谁呀？也太漂亮了。我笑了笑，扔下一个重磅炸弹：我闺女，你侄女顾诺诺。下一秒，我让诺诺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姑姑好。瞬间，顾涵和他2个室友的下巴齐刷刷掉在地上。我无奈地伸手把顾涵张大的嘴合上。至于吗？不就是有个孩子？顾涵终于反应过来，尖叫道：哥，你谈女朋友才半年，坐火箭也没这么快吧？我耸耸肩，又补一道：我和柳如烟昨天就分了，诺诺的妈妈另有其人。顾涵彻底懵了。为什么分手？他说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找了个富二代。顾涵当场气炸。他眼瞎了，你给不了。等等，话题跑偏了，诺诺的妈到底是谁？我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追问。吃完饭再说，今天去我那还是你那？去你那。顾涵斩钉截铁。与此同时，赵琳3人找房子却处处碰壁，不是太远就是太乱。中介小张一脸为难：赵小姐，魔都的别墅区户主非富即贵，根本不缺钱出租，整个魔都出租的别墅就只有你们之前住的景和园了。赵琳立刻追问：那有景和园房主的电话吗？小张却尴尬地摇摇头：没有，他们不跟我们合作，只通过自己的物业招租。经纪人陈琳敏锐地抓住重点：你的意思是，整个景和园66套别墅都只跟一家物业合作？小张语出惊人：陈小姐，你们住了那么久，难道不知道这个别墅区从头到尾只有2个主人吗？赵琳3人当场震惊，2个主人拥有整整66套别墅，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无奈之下，赵琳只能先安排陈琳和琉璃住酒店。琉璃忍不住问：赵琳姐，你这么快就要和顾星逸同居啊？赵琳却无所谓的一笑：孩子都有了，怕什么？接着他坐上车直奔花园小区，同时冷冷地警告司机：我这几天的事没跟我爸说吧？司机连忙保证：小姐放心，董事长那边我一直瞒着。赵琳这才松了口气。他爸可是华夏首富赵景深，要是被他知道自己不仅有了孩子，还和孩子爸住在一起，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刚把车停在小区门口，赵玲就让司机自己找地方住下。谁知他刚进小区就被一个热情的张婶拦住。姑娘，你找包租公吗？他带女儿出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呢。赵玲一愣，试探着问：“阿姨，您说的包租公是顾兴义？”张婶当即笑道：“没错，就是小顾。”赵玲顿时好奇心爆棚。你们为什么叫他包租公？他房子很多吗？张婶瞬间打开话匣子，一脸感慨：“何止是多啊！就说我们这花园小区，整个小区都是小顾的。”什么？赵玲当场石化，他又指了指对面的小区。那景苑小区也是他的？张婶笑着摇摇头：“那倒不是，不过也差不多。对面的小区是他妹妹顾寒的。”说完，张婶就急匆匆地回家做饭，而赵玲却一个人愣在原地，彻底凌乱。就在这时，我抱着诺诺和顾寒有说有笑地走进小区，结果一抬头就看见了家门口的赵玲。诺诺的眼睛瞬间亮起，伸出小手大喊：“妈妈，你怎么这么快就来看诺诺了？”赵玲立马把诺诺接过去，满眼宠溺：“妈妈想诺诺了，当然要快点来。”我刚打开门，赵玲就发话：“过来，帮我把口罩帽子拿下来。”我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快步走过去。谁知刚一靠近，她身上独特的体香就飘了过来，我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赵玲看到这一幕，嘴角得意的一勾，拿下伪装后，还调皮地冲我眨眼咬唇。我心里直呼，这妖精是来折磨我的吧？可当赵玲那张绝美的脸完全露出来时，我身后的顾寒却发出一声尖叫，他指着赵玲，激动得语无伦次：“哥，这不是嫂子，这是我偶像啊！”我看着顾寒那没出息的样子，再想到刚才被赵玲的挑逗，心里的火正好没处撒，于是我抬手就给了顾寒一个脑瓜崩。激动个毛线！顾寒捂着头大喊：“哥，你干嘛弹我？”我没好气地说：“一个明星就把你激动成这样，女孩子要矜持，别整天咋咋呼呼的，以后怎么嫁得出去？”顾寒当场炸毛：“我嫁不嫁得出去，关你什么事？当然关我的事。长兄如父，爸妈不在，我不操心谁操心？”眼看说不过我，顾寒竟捏着拳头冲了过来。我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就在这时，赵玲抱着诺诺发话了：“你俩别闹了，顾兴义，再闹你女儿我就拉不住了。”我和顾寒瞬间停下。顾寒喘着气问：“哥，你跟嫂子到底认识多久了？按诺诺的年龄，你们大一就在一起了吧？”我简单说了下当年的事，隐去了关键信息。顾寒听完，满脸佩服：“可以啊，哥，我现在真得感谢柳如烟跟你分手。”我摆摆手，看向赵玲：“你不是说要忙事情，怎么突然过来了？”谁知赵玲脸色一沉，没好气地问：“怎么，我回来你不高兴？”“怎么会？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我赶紧解释。下一秒，赵玲却扔出一个重磅消息：“我跟公司解约了。公司老董事长的儿子上任后，就一直骚扰我，从送礼到威胁，我受够了。正好合同到期，我就出来了。”他说完，又叹了口气：“不过，我还是有点遗憾。”顾寒好奇追问：“嫂子，你遗憾什么？”我却插了一句：“小寒，你不懂，你没经历过你嫂子当明星的艰辛。”话音刚落，赵玲却看着我，似笑非笑地开口：“说的好像你很懂我一样。”我只能苦笑一声：“没有，我只是听说过，所以比较理解你。”这时顾寒却突然开口：“那嫂子没想过自己开公司吗？”赵玲一脸无奈：“我当然想过，可我一走，那个新总裁肯定会封杀我，让我找不到人写歌。”他越说越气：“我之前约好的一个作曲人，歌都写好了，结果硬生生被他给截胡。”我听到这话，心里干着急，却不知道怎么帮他。毕竟我前世虽然是天王巨星，可也不是创作型歌手啊。就在这时，一旁玩耍的诺诺突然奶声奶气地问：“妈妈，你不高兴吗？爸爸前2天教诺诺唱了一首歌，诺诺唱给你听好不好？”赵玲瞬间惊喜：“我家诺诺会唱歌了，快唱给妈妈听听。”诺诺眯着小眼睛，奶声奶气地唱了起来。可一首歌唱完，赵玲和顾寒却当场震惊：“哥，这首新歌你从哪儿弄来的？”我一脸奇怪：“这歌音乐网站上不都有吗？”赵玲却一口咬定：“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再怎么说也是个歌手，这词这曲绝对是一首没发布的新歌。”我心里一咯噔，立马拿出手机上网一搜，不仅这首歌没有，连前世那些经典歌曲，甚至4大名著都搜不到。这下我只能尴尬地挠挠头。我说是我写的，你们信吗？哥，你觉得我信吗？顾寒第一个跳起来：“你唱歌有天赋，我相信，但写歌你拿什么证明？”我心想，我不会写，但我会抄啊。前世那么多金曲，这里一首都没有。想到这，我立刻开口：“只要有乐器，我立马给你们弄一首新歌出来。”我随即看向顾寒：“回你那儿，把你的电子琴拿过来。”顾寒却没好气道：“你说拿就拿，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我一脸无奈，只能下血本：“只要你拿过来，我能办到的要求，你尽管提。”顾寒眼睛一亮：“行，这可是你说的，别反悔。”说完，他就风风火火地出门了。顾寒喜欢玩乐器？赵玲好奇地问。我点点头：“不只喜欢，他现在是魔都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从小就想当歌手。”赵玲笑了：“是吗？那以后我们就是同行了。”他随即话锋一转，紧紧盯着我：“你真会写歌？现在说了你也不信，等会儿琴来了再说。”行，那我就期待你的表演。赵玲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一丝期待。很快，顾寒抱着电子琴回来，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哥，
琴来了，开始你的表演，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我无奈的点点头，试了下音，手感还不错。顾寒顿时惊了。行啊哥，看你这有模有样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专业的呢。我懒得理他，食指在琴键上飞舞起来。当悠扬的前奏响起时，赵灵和顾寒瞬间惊呆，看我这熟练的动作，明显是科班出身。紧接着我开口了。歌词一出，他们俩瞬间沉浸其中，满身的鸡皮疙瘩。赵灵更是震惊地看向顾寒：“你哥唱歌这么好，而且还是女生歌曲。”顾寒的小脑瓜子已经嗡嗡作响。啊，嫂子，我也没听他唱过女生的歌啊。那他系统学过吗？没有啊。顾寒一脸茫然。他以前就是个书呆子，唱歌都是我硬拉他去的。赵灵彻底不说话了，这什么都没学就能唱到这种地步。一曲唱罢，我笑着看向他们：“我唱的还可以吧？”赵灵却一脸感叹地冲过来：“你这哪是可以，这唱功完全是天王级的。还有这首歌太感人了。”说着，他的眼眶瞬间湿润，竟一下扑进我怀里，闻着他身上传来的体香，我感觉血压都在飙升。可就在这时，顾寒这单身狗受不了了：“哥，嫂子，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赵灵瞬间惊醒，猛地挣开我的怀抱，俏脸红得像个苹果。我看着她娇羞的模样，喉结一动，竟鬼使神差的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这一下，赵灵本就羞红的脸蛋瞬间红得更彻底。顾寒看到这一幕，顿时哀嚎起来，感觉今天不用吃饭，光吃狗粮都吃饱了。谁知赵灵缓了好一会儿，眼神却突然变得无比坚定。我决定了，自己开公司。这就对了，嫂子。顾寒立马举双手赞成。自己开公司多自由，出专辑、开演唱会，想接什么广告就接什么。然而我却在一旁泼起了冷水。那就有的忙了，找场地、找公关、助理、财务、经纪人、人事，还有化妆师、造型师。顾寒惊讶地张大嘴巴，要招这么多人啊！他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办公场地倒是不愁。赵灵立刻看向顾寒，顾寒，你说办公场地不愁，难道你有熟人？顾寒却没有回答，反而扭头问我，哥，你没跟嫂子说清楚吗？我只能苦笑，没有，昨天他把诺诺送来，塞给我一张银行卡就走了。我顿了顿，补充道，而且我还查了，里面有50万呢。谁知顾寒一听，直接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哥，你是缺那50万的人吗？你们兄妹俩在打什么哑谜？赵灵终于忍不住问，顾寒这才清了清嗓子，开始解释。嫂子，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现在的情况。首先，你住的这个小区是我哥的，然后对面的那个小区是我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金茂商业街和景和园别墅区，也都是我们的。话音刚落，赵灵彻底惊呆了。这么多房产，这得值700-800亿了吧？你们家到底是做什么的？顾寒想了想，做什么的？我跟大哥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妈说是做投资的，什么赚钱投什么。我们这些房产都是他们买地皮盖的。到我18岁那年，把这些给了我们，就出国了。赵灵的小心肝简直快要承受不住，这么多房产说给就给，还是给2个刚成年的孩子。就在这时，赵灵猛然想到了什么。对了，我原先的公司万盛娱乐就在金茂大厦。他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们。那这么说，他们租的也是你们的办公楼？顾寒也愣住了，随即兴奋地一拍手。是吗？我原本还以为没办法收拾他们呢，没想到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哥，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收拾这个万盛娱乐。可赵灵却突然拦住了我们。没必要吧，这样你们肯定会有损失的。我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想收拾他们，只不过为了我，硬生生忍了下来。刚才就听赵灵说，他们公司总裁对他进行骚扰，现在终于找到凶手了。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于是我说道，我给张勇打个电话。很快我就走了回来。顾寒问道，怎么处理的？逐出商业街。赵灵心想，这么霸道吗？不过我好喜欢。第二天，我的物业经理张勇直接带人冲进总裁办公室，刘壮还一脸懵。张经理，是不是有人没交租金？张勇冷笑一声，丢下通知。刘总，你们的合同1个月后到期，我们顾总看上这地方了，限你1个月内把楼层腾出来。刘壮瞬间起了眼，1个月这根本不够，这不是欺负人吗？可张勇只是耸耸肩，我们只听命行事，贵公司的问题我们爱莫能助。而此时我正陪赵灵和他的团队商量开新公司。赵灵的经纪人陈玲一脸愁容，开公司是好，可市中心的写字楼咱们哪儿租得起？赵灵却神秘一笑，陈姐放心，办公室我已经安排好，1个月后我们直接搬进万盛娱乐现在的楼层。陈玲当场愣住，随即怀疑地看向我，不可能，
能，他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连工作都没有。他甚至开始教育赵灵。你可得上点心，他都是当爹的人了，总不能一直让你养着吧？谁知赵灵听完直接笑出声。我想养他，可人家光收租都吃不完。助理立马追问赵灵姐，她到底有多少房产？10几套？赵灵摇了摇头，开始丢出重磅炸弹。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所有房产都是他的，小区对面是他妹妹的，还有我们之前带的金茂商业街。赵灵顿了顿，一字一句道：也是他们兄妹的。话音刚落，陈琳和助理直接石化在原地。1个月后，万盛娱乐灰溜溜地搬去郊区，刘壮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哪路神仙。而赵灵的新公司所有手续全部办妥，我和他的感情也水到渠成。今天就是我们领证的日子，我拿着红本本在民政局门口对他微笑。老婆，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赵灵笑着点头。必须的，回家问问咱们的宝贝女儿。刚到家，小小的身影就扑了过来，张开双臂。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我一把抱起跑来的女儿诺诺，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小祖宗，慢点跑，摔了怎么办？诺诺嘻嘻一笑。知道了，爸爸。我看向妹妹顾寒。小寒，我和你嫂子领证了，决定庆祝一下，你去吗？顾寒一听吃饭，眼睛都亮了。去啊，必须去。到了魔都顶级的中星大酒店，我直接把菜单递过去。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顾寒眼睛一眯，坏笑着看我。哥，你确定？是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我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你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下一秒，顾寒直接开启扫荡模式，红酒、帝王蟹、澳洲龙虾，专挑贵的来。点完菜，他突然看向我。对了，哥，你不是会写歌吗？帮我写几首呗。我有些奇怪，你要歌干嘛？学校办晚会。顾寒摇摇头，抛出一个消息：我报名了青少年歌唱比赛，准备提前出道，给我嫂子的公司撑场面。他甚至还怂恿我：哥，你唱歌那么好，要不要一起出道？我笑着看向正在吃零食的诺诺。我出道了，谁来照顾我们家的小宝贝？诺诺听到自己的名字，抬起小脑袋瓜。我温柔地问他：诺诺，爸爸要是当了大明星，就没时间陪你了，你还想让爸爸当大明星吗？小家伙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奶声奶气地开口：虽然也想让爸爸当大明星，但诺诺更想让爸爸陪着。那爸爸就暂时不当大明星了，在家陪诺诺好不好？诺诺惊喜地瞪大眼睛：真的吗？我笑着捏捏他的脸。在爸爸心里，诺诺最重要。吃完饭回到家，我让顾寒唱了一首他最拿手的歌。听完他的声线，我直接上楼，刷刷刷，几首歌的曲谱一挥而就。淋雨一直走，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写完还不算，我又顺手给老婆赵灵写了几首：红豆、人间、匆匆那年、传奇。下楼后，我把歌谱递给他们。赵灵看着手里的歌，小嘴张得老大，满眼都是震惊。而一旁的顾寒看完自己的，又瞟了眼嫂子的，瞬间不干了。他气鼓鼓地瞪着我：哥，你偏心，为什么嫂子的歌那么多，我的就这几首？我哭笑不得，能给你写就不错了，写歌很伤脑细胞的好吗？你嫂子那几首是我早就构思好的。赵灵此时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抬头看我：这些歌真的都给我？他声音都在颤抖。这里随便拿出一首都能卖不少钱啊！我看着老婆震惊的模样，一把将她搂进怀里。钱哪有我老婆重要？说完，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赵灵瞬间羞红了脸，可旁边的妹妹顾寒却炸了：哥，你们俩注意点影响，我还是个单身狗好吗？转眼就到比赛这天，天刚亮，顾寒就在门外疯狂敲门：哥，快起来，要迟到了。我怀里的赵灵把我推醒：快去，今天是彩排的日子，新人不能出错。我无奈叹气，只能爬起来。谁知一出门，顾寒就盯着我的黑眼圈坏笑：哥，昨晚没干好事吧？我直接挑眉回怼：怎么？我跟我老婆领了证，合法？怼得他哑口无言。我们打车直奔魔都体育馆，因为要彩排，我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等，直到晚上6点，我才混进观众席。很快，主持人念到妹妹的名字：下面有请选手顾寒。可当音乐响起的瞬间，全场观众都愣住了，这旋律前所未闻，竟然是一首新歌。下一秒，顾寒开口：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一曲唱罢，全场掌声雷动，主持人激动上台：请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淋雨一直走。评委刘化老师眼神发亮，直接发问：顾寒选手，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是原创吗？顾寒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是的，这首歌是我哥顾兴义为我写的。话音刚落，另一位评委满脸困惑：顾兴义这个名字没听说过，他有笔名吗？紧接着顾寒抛出了真正的王炸：我哥他不属于娱乐圈，他是魔都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大4学生。此话一出，全场死寂。一个学计算机的写出了这种王炸级别的歌曲，刘焕直接拍板。我到现在都很震惊，10分通过。看到这里，我安心离场，结果已经注定。走出体育馆，我下定决心，没车太不方便，明天就去买。于是第2天，我直接带着顾寒杀到汽车城。销售员刚迎上来，我就摆摆手：我们先自己看看。顾寒看着满眼的豪车，犯了选择困难症：哥，你说买什么
什么车好呢？我早已想好，跑车不行，要考虑诺诺。你以后是大明星，买一辆保姆车最实用。顾寒眼珠一转，豪气开口。哥，我觉得我都可以买，这样保姆车我送你，嫂子的我也包了。身后的销售小姐姐直接听傻，这两兄妹是真富二代，还是来装逼的？可转眼间顾寒就有些纠结，他指着一排跑车问我：哥，你说我该买哪款好呢？我眉头一皱，当场反对。女孩子不能买跑车，会把男生吓跑的，到时候嫁不出去。谁知销售小姐姐却笑着帮腔：先生，我觉得女孩子也能开跑车的。这下顾寒顿时来了底气。哥，你听见没？连姐姐都这么说。我脸色一沉，故意刺激他。跑车提速太快，女孩子技术不行。你看看网上那些女司机，出车祸最多的就是她们。其实我只是觉得跑车太高调，想让她低调点。可顾寒偏偏不依不饶，直接呛声：哥，你这是看不起谁呢？这跑车我买定了，花我自己的钱。他看我还不松口，竟直接放出大招。你要是再这样，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嫂子，说你歧视女司机？我瞬间怂了，这丫头竟然搬出我老婆，不能抱着老婆睡觉的日子，我可过不下去。眼看吵不过，我只能搬出爸妈当救兵。这样，你打电话给爸妈，他们不反对，我就没话说。顾寒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爸妈必须低调的嘱咐，但他实在太喜欢跑车，只能硬着头皮拨通了老妈的电话，还开了免提。电话刚接通，我妈徐玲的声音就传来：喂，闺女，怎么有空打电话了？你哥怎么样了？我听说他找了个女朋友。顾寒的脸瞬间垮了。妈，你怎么一上来就问我哥？我也是你亲生的好不好？我妈在那头轻笑。哎呦，宝贝闺女吃醋了。行，那你最近成绩怎么样？交男朋友没？我和旁边的销售小姐姐憋笑，憋得差点内伤。顾寒瞪了我一眼，赶紧打断：行了妈，我没男朋友。她话锋一转，眼神狡黠地看着我。妈，我哥出大事了。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瞬间紧张起来。什么？你哥发生什么事了？严不严重？你可别吓妈妈。顾寒看火候差不多，才慢悠悠地改口：不对，妈，是大事，但可能是件好事。我妈被吊足了胃口，没好气地催促：死丫头，还卖起关子了。说吧，什么事？顾寒心里窃喜，直接抛出条件：妈，很简单，我看上了一辆车，我哥非要你们同意才让卖。我爸顾振国接过电话，好奇地问：宝贝闺女，你看上什么车了？一辆法拉利 F8，大概380万不到。380万，我爸想都没想，直接拍板：爸同意了，现在可以说了吧？谁知顾寒却狡黠一笑：爸，这里人多不方便，等我们买完车回家再说。挂了电话，顾寒兴奋地掏出银行卡：小姐姐，就那辆 F8，刷卡。销售小姐姐一脸不敢相信：真的要买吗？就在这时，我也掏出卡：给我也来一辆 F8，再加一辆保姆车，还有那辆沃尔沃 S60。这下销售小姐姐彻底震惊，手都开始抖。先生，你也是认真的？我点点头，让她尽快办手续。顾寒却不解地看着我：哥，你不是说跑车太招摇吗？怎么你也买？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我买了又不开，给你嫂子的。签完合同，交代好送车地址，我们便离开汽车城。所有销售员都看傻了，羡慕地看着那个新来的小姐姐，一单直接封神。出了门，我俩直奔超市，买了一大堆菜和诺诺爱吃的零食。走到商业街保安室，我把东西放下：张哥，东西放这儿，待会儿来拿。保安队长立马点头哈腰：好的，顾总。旁边新来的保安都看懵了：队长，这儿不是不让放东西吗？张哥一脸嫌弃：那是别人，这位是咱们整个商业街的主人，金茂物业的董事长。新保安们瞬间惊掉下巴，这也太年轻了。紧接着我们来到赵玲的办公室，小诺诺一看见我就张开小手跑过来：爸爸。我一把抱起他，亲了一口。诺诺乖不乖啊？小家伙傲娇地抬起头：诺诺很听话，没有打扰妈妈工作。我笑着转向赵玲：老婆，刚才顺便帮你买了辆车，跟小韩同款。赵玲有些惊讶：我有车，干嘛给我买？我刮了刮她的鼻子：你那是保姆车，自己开的没有，所以给你补一辆。对了，车暂时在我名下，等有空咱俩去过户。赵玲也不矫情，点了点头：行，那我就收下了。下午我们回到家，顾寒一进门就拉住赵玲：嫂子，待会儿我跟爸妈视频，你也一起来。赵玲瞬间紧张起来：啊，万一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放心，你这么漂亮，还给我哥生了个这么可爱的女儿，他们喜欢还来不及呢。赵玲这才稍微安心，我则转身进了厨房。很快视频接通，我妈徐玲开门见山：闺女，到底什么好事？快说。顾寒故意卖关子：妈，您跟我爸可得做好准备，别被吓到。徐玲没好气地催促：快说，你爸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顾寒清了清嗓子，扔出一记重磅炸弹：爸妈，听好了，你们有孙女了，已经4岁了。屏幕那头，我爸妈先是一愣，随即相视一笑，满脸不信：臭丫头，这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不就是买辆车吗？至于拿我们开涮？顾寒一脸无奈：我没骗你们，不信我让你们看真人。他立刻起身，把镜头对准正在看动画片的诺诺。诺诺，猜猜这是谁呀？屏幕里诺诺和爷爷奶奶大眼瞪小眼，我爸妈直接石化在原地，震惊的说不出话。还是诺诺先开了口：姑姑，他们是谁呀？是爷爷奶奶吗？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响，顾寒笑着点头：对，快跟爷爷奶奶打个招呼。小诺诺立刻奶声奶气的冲着屏幕喊道：爷爷奶奶好，我叫诺诺。老两口的心瞬间融化，脑袋一片空白。好半天，我妈才颤抖着声音问：闺女，
这孩子真是你哥的？是啊，我哥的女儿，你们的亲孙女。诺诺这时又补了一句：爷爷奶奶，你们在哪呀？快来陪诺诺玩好不好？别的小朋友都有爷爷奶奶带，诺诺没有。这话一出，我爸妈的心都揪了起来，隔着屏幕柔声哄着：乖孙女，爷爷奶奶过几天就回来看你。接着，顾寒把手机递给赵玲：嫂子，你来跟爸妈打个招呼。赵玲紧张地接过手机，屏幕里我爸妈看到了他那张倾国目前的脸，他红着脸小声问好：叔叔阿姨好，我叫赵玲。我妈立马笑开了花：哎呀，闺女真漂亮，还叫什么阿姨？赵玲脸更红了，小声改口：爸妈。哎，这就对了吗？三人瞬间聊得火热，赵玲把当年的事都说了。1个小时后，我做好饭菜端上桌，顾寒也开口道：哥，爸妈说他们过几天就回国了。我点点头。那我们得提前搬去别墅那边，这里住不下。当然，我以后也是大明星了，必须住别墅。赵玲突然插话：你们说的别墅不会是景和苑最大的那套吧？顾寒惊讶地问：嫂子，你怎么知道？赵玲白了他一眼：废话，整个景和苑都是你们兄妹俩的，那套最大的别墅一直空着，还总有人打扫，猜都猜到了。赵玲突然问我：既然你们有这么大的别墅，怎么会住到这来？我随口解释：这里离学校近，再说别墅太大，空荡荡的没人气。话音刚落，顾寒就凑过来：哥，你能不能再帮我写首嗨一点的歌？你给我的歌不是回忆就是爱情，太慢了。我没说话，转身进房，接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直接递给他：你自己挑。顾寒和赵玲凑过去一看，瞬间呆住，伤感的、励志的、青春的，曲风各样，首首都是经典。两人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被看得发毛，只能摊手：淡定，以后让你们惊讶的事还多着呢，习惯就好。他们俩不信的摇摇头。很快，顾寒选好几首比赛的歌，剩下的全给了赵玲。转眼间，第3天就到了魔都国际机场。我爸妈悄悄回国，就想给我们一个惊喜。我爸顾振国忍不住感叹：咱们小心翼翼，不声不响就结婚了，女儿都这么大。是啊，我妈徐玲也跟着说。之前我们还给她订了娃娃亲呢。谁知我爸话锋一转：前几天给老赵打电话，结果他在电话里一个劲的给我道歉。我妈顿时好奇起来：为什么是道歉？顾振国无奈一笑：他说他闺女在外面有人了，孩子都生了，原先他们也不知道，直到闺女出了月子才带回来，而且那个男人至今都没露过脸。我妈听完直叹气：那这老赵家的闺女真是遇人不淑啊。老两口哪里知道，他们口中的女孩马上就要见面。与此同时，别墅里赵玲去了公司，顾寒在练歌，我正陪着诺诺看动画片。就在这时，别墅的门突然打开，我转头一看，竟然是我爸妈。爸妈，你们怎么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们？我赶紧让诺诺叫人，小诺诺兴奋地扑过去。爷爷奶奶，你们回来了。老两口笑得合不拢嘴，随即问道：我儿媳妇呢？她去公司了，下午回来。话音刚落，我爸就拖出一个大箱子：乖孙女，快来看爷爷奶奶给你带的礼物。小诺诺眼睛都亮了，1米多的大熊猫、芭比娃娃，还有各种玩偶。他兴奋地跳下沙发，吧唧一口亲在我爸脸上。谢谢爷爷。这时徐玲走到诺诺身边，蹲下：乖孙女，你怎么只谢谢爷爷？奶奶也是出了不少力的。小诺诺一听，便又转身在徐玲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谢谢奶奶。这时在楼上练歌的顾寒也下来了，看到顾振国和徐玲便惊讶起来：爸妈，你们回来了，怎么不打个电话呀？我好跟我哥去接你们吗？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过来就行了。不是说你还要练歌的吗？你去了就是浪费时间了。对了，爸妈，你们这次要待几天啊？我这么问，是因为父母每次来都只待几天就出国了。国外的事情都安排好了，这次回来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就待在国内了，顺便陪陪我乖孙女。随后，顾振国和徐玲陪着诺诺、顾寒上楼练歌，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到了下午，赵玲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顾振国和徐玲。爸妈，你们回来了。徐玲笑着走过去，拉着赵玲来到沙发上坐下。赵玲呢？谢谢你为这臭小子生了这么可爱的闺女，还自己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这几年辛苦你了。妈，没事的，我不辛苦的。怎么会没事？生孩子有多辛苦，我是知道的。而且这么多年你还一个人带诺诺，你放心，以后我们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妈说的对，要是这小子让你受委屈了，你就跟我们说。好的，爸妈，我知道了。赵玲说完看向我，挑了挑俏眉，我看见了也只能笑笑。你们聊，我去给你们做饭。说完我就向着厨房走去。很快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做了一大桌菜。就这样，一家人一边吃一边聊着，脸上充满了笑容。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就来到了顾寒录制的时间。除了赵玲去公司去不了，所有人都要去给顾寒加油。今天我开着保姆车带着几个人，很快来到了体育馆。进了体育馆，录制已经开始了。我和父母抱着小诺诺找了个位置坐下。顾寒进了后台，我抱着小诺诺看着台上选手的演唱，一个接一个的。很快就轮到顾寒上台。3位评委老师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顾寒，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歌曲《踏浪》。哎，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不会又是一首新歌吧？肯定是首新歌啊！我刚才在手机上搜了一下，根本搜不到。顾寒在台上向音乐老师点了点头，很快歌声随着前奏开始唱了起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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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小小的一片云呀，
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一曲结束，顾寒没有任何意外，晋级了，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我抱着睡着的小诺诺，跟着父母出了体育馆，顾寒也很快跟着出来。等全家人到了车上，便回别墅了。到了第二天，顾寒的歌曲刚刚发布，下载量就突破20万，还在继续上升中。各大娱乐公司很快嗅到了顾寒的潜力，纷纷命令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到顾寒的联系方式，这个当然包括万盛娱乐。这时顾寒还不知道自己联系方式被黑了，他开着车准备回学校一趟，还没走到停车场呢，便被一个中年女人给拦住了。顾小姐，你好，我是万盛娱乐的经纪人李娟。顾寒看到中年女人伸出手，出于礼貌，他还是伸出手和她握了一下。请问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由于你在电视上的表现很出众，万盛娱乐决定将你签到公司旗下，我们会重新将你包装并出道，会让你成为下一个赵琳。顾寒可算是听清楚了，万盛娱乐这不就是他嫂子原来的公司吗？最后让他哥将其赶出去了，没想到冤家路窄啊。李经纪人，我现在还没有加入任何公司的打算，我只想好好的参加比赛。为什么呢？顾小姐，你先别忙着拒绝，可以好好想想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公司，我们可以让你到天后赵琳演唱会上做驻唱歌手。李娟心想，反正赵琳离开公司后，将近2个月来一直都没有公布和公司脱离的消息，而且这段时间赵琳就像是销声匿迹一样，没有出专辑和参加商演。刘壮为了公司的利益，也一直没有公布，而且还打着赵琳的旗号签了好几个不错的艺人。反正没有人知道这事，但是他们想错了，顾寒是知情人，听到万盛的人竟然打着他嫂子的名号骗他加入公司。顾寒虽然很愤怒，但是他还是忍下来了。赵天后这2个月没有出现在大荧幕，原来是准备演唱会啊。没错，公司为了培养新人，与天后赵琳商量好了，只要近期愿意加入公司的新人，我们会从中挑选1、2个人到演唱会上登台驻唱。为此，我们到现在已经签了5个能力不错的新人了。顾寒真的是被万盛的无耻给打败了，他嫂子都离开公司了，竟然还打着他嫂子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顾寒现在不想跟他多说一句话了，毕竟多说一句话就会让他感觉很恶心。你们公司真是够无耻的，把人逼走了还不肯放过他。顾寒说完便不再理会李娟，关上车窗点火开车走了，留下一脸懵逼的李娟。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自言自语，不应该啊，赵琳离开公司的事情，公司根本就没有公布，除了内部人员，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而赵琳自己也没有官宣啊，那他是怎么知道的？想了想，还是打电话给刘壮。很快刘壮那边就接通了。喂，怎么样？你把顾寒签下了没有？如果签下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他陪我喝2杯。刘总，他根本就是油盐不进啊，我好说歹说的还跟他说，只要他加入公司，就去赵琳的演唱会上露脸。但是他好像知道赵琳已经离开公司的事情了。赵琳离开公司的事情，只有内部人员知道，是不是你说漏嘴了？刘总，冤枉啊！我根本就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只是用赵琳演唱会的事情引诱他而已啊。行，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我还有事儿，先挂了。挂了电话的刘壮一脸阴沉，怀里还抱着一个女明星，气愤的他直接就扑了上去。哎呀，刘总你好讨厌。而顾寒回到家，看见所有人都在，便坐在沙发上。嫂子，你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吗？怎么了？是谁惹你生气了吗？还不是那个万盛娱乐的人，今天算是见识到了，竟然有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公司了。难道万盛娱乐的找上你了？就算找上你，你拒绝他们就是了，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啊。嫂子，这倒是不能让我生气。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们说只要我加入他们的公司，我就有机会参加你的演唱会，甚至能在你的演唱会上做驻唱。顾寒说到这里，我的脸色沉了下来。赵琳的脸色也不太好看，不知道情况的顾振国和徐玲感觉莫名其妙，他们怎么不知道儿媳妇要办演唱会？妈，事情呢是这样的。随后就把赵琳之前与万盛娱乐的恩怨跟徐玲说了一下。徐玲和顾振国听后也是一脸气愤。赵琳，我看你必须要在网上官宣一下你离开万盛娱乐的事情了，不然他们还会拿着你的名号继续招摇撞骗的。嫂子，我觉得我哥说的对，你是不知道万盛这帮家伙已经用你的名号签了5个艺人了。原本我以为等我录制完专辑宣传的时候再在网上宣布的，没想到这帮人竟然会这么做，我这就去网上发布一下。说完就起身上了楼，到了房间，打开电脑，准备发布离开万盛的事情。赵琳在网上将离开万盛娱乐的事情发布了，之后便走了下来。赵琳，我觉得你应该起诉万盛娱乐，让他们对你的名誉进行赔偿，不然以后都要这样的话，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老公，起诉万盛娱乐我早就有打算了，就是找律师的事情有点困难，毕竟一般的律师根本就不敢接这个案子。找律师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毕竟我是做生意的，我们公司就有法务部门。那就谢谢罢了。顾振国看这个儿媳妇，只是笑着点了点头，没有问他公司是做什么的，这就说明儿媳妇要么是根本不在乎，要么家里也是做生意的。从刚认识到现在，他已经了解到儿媳妇的父亲在他出道的时候送了他一辆保姆车，还给他配了个司机。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儿媳妇的父亲肯定是做生意的，而且
且规模还不小，这让他有点期待的想见见这个素未谋面的亲家了。只是儿媳妇不愿意说，他也不好问。到了第二天，整个论坛瞬间因为赵琳新发的微博炸了。万盛娱乐的作为让网友们气愤了，再加上有人动用了上层关系，现在到处都是讨伐万盛的新闻和报道，这不免让娱乐公司以及明星们想不通，赵琳这是有多大的能量，竟然让所有电视台风向都往他那边倒。这万盛怕是要凉了。这些报道刘壮根本还没有看到，他这时还在温柔乡中不能自拔。这时一旁的手机响了，原本想要发火，可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自己老爹打来的，这让他感觉到不好的预感。刘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接起了电话，刚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他爸刘勇的怒吼：“你个逆子，你是不是惹了赵玲了？我才刚把公司交给你打理，你竟然给我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爸，这赵玲不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明星吗？惹了就惹了，没什么大不了。你个逆子，你也不好好想想，现在还以为赵玲是个普通的女明星，我都不敢得罪她，一直将她当祖宗一样供着。你倒好，一上来就对人家进行打压骚扰，这也怪我当时没告诉你这事儿。刘壮这时吓得冷汗直冒，赵玲他爸到底是谁呀？竟然连你都不敢得罪。现在跟你说了有用吗？之前他爸就说过，如果让他知道他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那么我们公司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你现在赶快到公司看看，我累了，先挂了。刘壮应了声，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我在客厅吃早餐的时候，也知道了今天娱乐快报的事情。爸，这是不是你做的？还真不是我做的。原本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的时候，但上面的人告诉我，已经有人跟他们打过招呼了。那肯定是我爸做的了。我跟爸妈一起看向赵琳，也没想到赵琳的父亲也有这么大能量，尤其是顾振国，越来越对他这个亲家感到好奇了。对了，赵琳，从我们回国还没见过亲家公和亲家母呢。你和小兴义虽然领了证，但是婚礼还没有办呢，不能就这么让你不明不白的跟着小兴义，毕竟孩子都这么大了。但是爸妈，我爸妈到现在对顾兴义的误会很大。当时我爸还说，要是让他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一定会打断他的腿的。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不敢跟我爸妈联系。至于刘壮到了公司之后，便看到工商局和消防的突击检查，工商局的倒是没有检查出什么，但是消防这块还真的检查出问题了。下了罚单后就走了。原本以为没事的时候，秘书又急匆匆进来：“刘总不好了，税务局的人来了。”刘壮听到这话要崩溃了，早知道有今天就不该去招惹赵玲了，他后悔啊。很快，税务局的人来了，还真查出了偷税漏税的新情况，这让他彻底凉了。这次不但要面临罚款，甚至可能要有牢狱之灾。刘壮的事情暂告一段落。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来到了星期六，今天是顾寒在魔都的最后一场决赛，如果今天晋级的话，就要到京都参加总决赛，所以今天所有人都来了。我抱着小诺诺，拉着全副武装的赵玲，找到一处位置坐下。由于今天来的比较早，所以一大家子正好够坐在一起。很快录制就开始了。第一位选手朱瑞很快上台，歌声嗓子都很不错，不过未能通过，遗憾离场。接着第二位选手是个女生，经过演唱给予她通过。第三、第四、第五未能通过，遗憾离场。很遗憾，这位选手未能通过。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选手顾寒上台。大家好，我叫顾寒，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歌曲《下一个天亮》。不会吧，又是原创歌曲？这也太意外了吧！是啊，这叫其他选手情何以堪呢？很快，顾寒的歌声传来。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一曲结束，顾寒还是没有任何意外，晋级京都总决赛了。到了第二天，我吃了早餐后，赵玲去了公司，父母陪着小诺诺，顾寒出去找室友了。至于我呢，反正也没事做，那就继续整理剧本和综艺。至于歌曲的差不多了，我刚要上楼，电话却响了，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便挂了。刚挂没多久，又打来了。我心想，谁呀？会不会是熟人找我有什么事情呢？我便接通了。刚一接通，我还没有说话，那边的声音就传了过来：“顾兴义是吧？我是赵景深，赵玲的父亲。你挂我电话的事情，我先不追究了。长宁度假酒店，你现在过来，我们谈谈。”我先是愣了一下，很快回复：“伯父你好，我现在就过来。”说完，我转身下楼，心里慌得一批。毕竟老丈人过来找我算账了，今天会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走到客厅，父母正陪着诺诺看电视，看见我着急忙慌的下来：“儿子，你慌张的要去干什么？”我听见父母的问话，便停下脚步：“爸妈，我出去一下，赵玲他爸来魔都了，打电话要见我，诺诺就交给你们了。”儿子，你在哪儿跟亲家见面？长宁度假酒店。我说完，拿着车钥匙出去了。这时，小诺诺听见爸爸要去见老爷，便开始急了，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便看向顾振国和徐玲，奶声开口：“爷爷奶奶，
不能让爸爸跟老爷见面啊！老爷之前说过，要是知道爸爸是谁，他要打断爸爸的腿，还要将爸爸扔到非洲去挖矿的。小诺诺虽然不知道非洲在哪，挖矿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听陈琳阿姨说过，是很远很苦的地方。小诺诺第一想到的就是很远很苦，那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小诺诺不要见不到爸爸。顾振国和徐玲对视了一眼，心想这乖孙女还真关心他爸爸呀。这边我开车已经到了长宁度假酒店，刚一下车就有几个保镖走到我身边。你就是顾兴义吧？我们董事长已经在等你了，跟我们来吧。我刚下车，还以为这几位保镖是老丈人派来打断我腿的。听见保镖的话，心想是自己想多了，便跟着保镖进了酒店。很快来到最顶层的一个豪华套房。赵景深见到我后，便跟保镖说道：“你们先出去吧，我跟这个小子有话要说。”见保镖出去后，我喊道：“伯父你好，我知道之前是我对不起赵玲他们娘俩，没有尽到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不过以后我会……”我没有说完，赵景深就打断了我的话：“小子，你也说了。”你没有尽到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但是现在说这些话是不是晚了？当初赵玲怀孕的时候一直躲着我们，直到我和他妈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接近临盆了。当初我见到她的时候是在一个出租屋里找到她的，我看见她怀着孕的时候，我问她孩子是谁的，她一个字也不说。当时你在哪儿？她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坐月子的时候你在哪儿？现在跟我说要弥补他们娘俩，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晚了点？我听到这些后，心里不免有些愧疚。伯父，我知道现在弥补他们是有些晚了，但是我现在可以向伯父发誓，我顾兴义从今以后绝对不会让赵玲娘俩受一丝委屈的。你说你不会让她受委屈，真是可笑。她在万盛娱乐受委屈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没有帮她出气？任由万盛那些人打着她的名号招摇撞骗，让她的名誉受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赵景深说的对，如果我之前解决了，那现在也不会让他们打着赵玲的名号了。但是我做不到。虽然我的财产要比万盛娱乐的市值高，但那是不动产。过了好一会儿，赵景深便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摆在桌子上。你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娘俩。你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家庭条件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但是据我下面的人打听到，你跟你妹妹经常出去打零工，说明家庭一般。这里是5000万支票，你配不上我女儿，也不配做一个父亲。这钱你拿着，够你生活衣食无忧了。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了，赵玲一进门便跑到我身边：“你有没有事？”“我没有事情，放心吧。”赵玲确认了我没有事情后，便放心了，然后就看见了桌子上的支票，便明白了赵景深的用意了。“爸，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给顾兴义支票要干什么？”赵景深听到女儿的质问，很是尴尬，但还是指着我说道：“因为他不配做一个父亲，把你的肚子搞大后就晚起了消失。我没有真的打断他的腿，而是给他一笔钱，就已经很仁慈。”赵玲听到赵景深这么说，她也急了，因为她一直都没有将实情告诉父母，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误会。爸，当初是我没有将事情告诉你，之所以发生这件事情，这里面也有爸你的原因。赵景深被赵玲说的摸不着头脑，这里面怎么会有我的原因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当初要不是爸你逼着我要让我跟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订婚，我也不会一时离家出走。当时我一个人来到魔都，心情很不好，就喝了一点酒。后来便遇到了喝醉酒的顾兴义，当时他见我一个人在大街上哭，便上来安慰我。最后我们聊着聊着，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和顾兴义就发生了关系。我们经过那一夜之后，我就走了，没有给他我的联系方式。你说他要找我，上哪儿去找？赵景深听到赵玲把实情说了出来，便指着赵玲，最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就像赵玲说的，他没有给你联系方式。那之后赵玲出道后，到处都是他的报道。你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听了赵景深的问话，我尴尬起来，因为当时我的意识有点模糊，我只记得有这么一个人。等我醒来后，赵玲就已经走了。不过以你现在的条件，根本保护不了他们母女俩。不是我看不起你，是这娱乐圈的水太深了。就在赵玲要替我解释的时候，保镖声音突然传来：“董事长，小小姐来了，还带着2个中年人。听小小姐说是她的爷爷奶奶，让他们进来吧。”很快，保镖就带着3个人进来了。顾振国和徐玲抱着小诺诺，一进来看见赵景深后，就笑了起来：“赵老哥，原来是你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一直盯着我的赵景深突然听见有人在叫他，抬头望去，原来是顾老弟啊！说完就看见徐玲抱着小诺诺，这已是给他惊到了。随后便想到了什么：“弟妹，这顾兴义难不成是……这顾兴义是我们的儿子。”一旁的赵玲和我被这忽如其来的一幕给整懵了。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跟他互相对视了一眼，各自摇了摇头。赵景深确定了之后，还是被震惊到了，缓了一会儿后感慨起来：“没想到这兜兜转转的我们，最后却还是成了亲家。”爸，你们和我公公婆婆认识啊？没错，之前我逼你嫁的人就是顾老弟的儿子。我们在你小的时候就跟顾老弟家的儿子定了个娃娃亲，但是最后有了诺诺后，我一直觉得对不住顾老弟，都没有脸见他们2口子了。谁能想到最后还是成了一家人了。这几年每次赵老哥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经常的给我道歉。原本以为我们两家要想成为亲家是不可能了，没有想到2个孩子的一时冲动，竟然还是让我们成了亲家。最后3个人干脆撇下我们小两口，抱着小诺诺坐在一起唠家常了。小诺诺确定了爸爸没事后，便在徐玲的怀里睡着了。没想到我们竟然还有娃娃亲，要是这样，之前干脆乖乖的跟你定亲就完事了。各有各的好处吧。如果之前定亲的话，诺诺就不会出生了。不过我觉得咱俩还挺有缘分的。赵琳点了点头，我握住赵琳的小手。他们现在聊天，恐怕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要不我们下去转转？行，那走吧。说完便和我一起走了。与此同时，万盛那边却是另一番光景。因为赵琳的爆料和我岳父的打压，万盛偷税漏税被查，如今罚款都交不起，公司濒临破产，旗下的艺人也被挖走。刘壮他爹更是被气进了医院。此时精神萎靡的刘壮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他把所有怨恨都归结到一个叫顾寒的女人身上，认为是她把事情透露给赵琳。猛然间，刘壮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他声音阴冷的开口：顾寒，你应该知道吧，给你20万，把他给我绑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声冷笑：20万？刘总，顾寒可是网络红人，太少了，抓他风险很大，一口价50万。刘壮咬碎了牙，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行。只要能抓住顾寒，50万他认了。此时顾寒对这一切还毫不知情，他正带着舍友在自己的小区里收租，几个女孩拎着一袋袋现金，体验着当包租婆的快乐。舍友们打趣道：顾寒，一个小富婆还跟我们去打工，原来是图好玩啊。顾寒只是笑笑，说自己去酒吧驻唱是为了积累舞台经验。随后他带着姐妹们把钱存进银行，为了犒劳大家，他提议去吃顿大餐。女孩们叽叽喳喳的上了保姆车，商量着去哪家餐厅。他们谁都没有发现，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已经悄然跟在后面。车里一个叫彪子的男人眼神凶狠：耗子，给老大打电话，说我们找到顾寒了。耗子还有些犹豫，他要是有背景怎么办？彪子却一脸无所谓：怕什么？老大说了，这是最后一单，干完咱们就出国。电话很快接通了，强哥找到顾寒了，什么时候动手？强哥的声音冷静又残忍：先盯着，别乱动，等我带人过来，记住找人少的地方动手。挂断电话，强哥立刻打给刘壮：刘总，人找到了50万，准备好，地址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刘壮阴冷一笑，报出一个地点：魔都城外50公里，那处废弃工厂。强哥立刻回应：好，我们马上把人带过去。放下电话，他对着手下几个小弟一挥手：兄弟们，最后一票，干完我们就出国。几辆车瞬间启动，朝着顾寒的方向疾驰而去。此刻顾寒和姐妹们刚从豪华餐厅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他们有说有笑地上了车，车子很快启动，到了学校旁边的停车场。顾寒跟司机说让他在车里等着，便跟室友下了车，将他们送到学校门口，就转身向停车场走去。这时的高强看见顾寒向停车场走去，刚好走到一处监控的死角，只有顾寒一人。高强便说道：兄弟们，可以动手了。说完便将面包车开到顾寒身边。顾寒被这忽如其来的车吓了一跳，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被拖了进去。顾寒被人拉上车后面，便支支吾吾地说道：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高强说道：小姑娘，你最好安静一点，现在有人出20万要我们绑架你，所以为了钱那就不好意思了。顾寒慌忙地说道：你们难道就不怕警察吗？到时候你们肯定要坐牢的。高强不耐烦开口：蝎子，把他的嘴给我堵住，再拿绳子给我绑了。蝎子听了高强的话，将顾寒的嘴堵住绑了起来。就这样，高强他们抓了顾寒后，便开着车往城外开去。刚好这一幕被司机给看到了，连忙打电话报警，然后就给张勇打电话，一边打一边开车跟了上去。张总，我是小沈，顾总的妹妹顾寒小姐被绑架了，我现在开车跟着他们。张勇听到便惊吓地站了起来。你确定？小沈说道：是的，张总，原本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便没有跟着顾寒小姐，谁知道等我下车抽烟的功夫，顾寒小姐便被绑架了。但是我这辆车他们肯定知道，我跟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他们发觉了。张勇立马说道：你尽量能跟多长时间就跟多长时间，我现在就派车辆过来辅助你。还有，你看看车牌号多少？小沈说道：车牌号是卢 A72W45。好的，你小心点，不要被发现了。你现在在哪儿？张总，我现在在京城路，看他们的方向应该是往城外开去。张勇挂了电话，便又打起电话：喂，老杨，我是张勇，顾寒小姐被人绑架了，小沈现在跟着他们，绑匪知道小沈的车牌号，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现在立刻就组织人手，他们现在在京城路往城外方向。老杨说道：好的，张总，我知道了，你放心，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的话，这几年的特种兵是白当了。好，老杨，顾寒小姐的安全就交给你了。说完挂了电话，张勇想了想，然后打电话给我：喂，顾总，顾寒小姐被绑架了。我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你再
再说一遍。周围的赵玲他们瞬间安静，全都惊恐地看着我。电话那头，张勇一字一句地重复：顾寒小姐就在送舍友回学校后，被人拖上面包车绑走了。我心头一紧，冲着电话嘶吼：小沈不是跟着吗？怎么会出事？张勇的声音充满懊悔：小韩没让他跟，就下车抽根烟的功夫，人就没了。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眼前一黑就要倒下。幸好身边的赵玲反应极快，一把扶住我。我强撑着身体，声音沙哑地问：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张勇立刻汇报：顾总放心，小沈已经跟上去了，而且我已经让老杨带人去支援，他们都是特种兵出身，绝对没问题。听到这话，我心里才燃起一丝希望。张勇接着说：绑匪的车牌号是卢 A72W45，正往城外京城路方向逃窜。好，我对着电话低吼：让他们跟紧，我马上过去，千万不能让小韩出事。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看着一脸担忧的赵玲：我出去一下。话音未落，我转身就往外冲，赵玲却一把拉住我：你现在过去也没用。她急切地说：我给我爸打电话，人多力量大。说着，她立刻拨通了赵景深的电话。电话那头，赵景深的声音带着宠溺：乖女儿，怎么了？赵玲语速飞快：爸，我小姑子顾心意的妹妹被绑架了，你快派人帮忙。赵景深瞬间严肃起来：怎么回事？知道是什么人吗？不知道。赵玲急得跺脚：顾心意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我怕人手不够，你快派人。赵景深不再多问，直接切入重点：他们在什么位置？赵玲立刻扭头问我，我沉声回答：京城路往城外方向。电话里，赵景生的声音清晰传来：听到了，我马上让人过去。他开了免提，这意味着我爸顾振国在一旁也知道了。挂了电话，赵景深立刻安排保镖出发。而另一边，我妈徐玲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老公怎么办啊？小韩怎么会被绑架？我爸顾振国强作镇定地安慰他，随后竟也拿出手机拨通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号码。电话一接通，我爸就开门见山：老同学，我是顾振国，我女儿顾寒被绑架了。电话那头，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竟然是魔都市委书记李红。李红大惊：什么？你女儿被绑架了？我爸沉声说：我们的人已经追上，但我想着有公安局出面会更安全。李红立刻保证：老同学你放心，我马上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你的女儿。与此同时，绑匪的车上，一个叫蝎子的马仔突然惊呼：强哥不好了，后面那辆保姆车一直跟着我们，就是那小妞刚才坐的车。为首的高强脸色一沉，对司机吼道：狗子，把他给我甩了。接着他回头冲着小韩狞笑：小妞，你司机还挺忠心啊。狗子一脚油门，车子疯狂加速。小沈见状也立刻提速紧追。就在这时，老杨带着特种兵战友赶到会合，赵景深派来的保镖也已抵达，几路人马目标一致，死死咬住绑匪的面包车。最终绑匪的车开进一处废弃工厂，拖着小韩冲了进去。老杨他们立刻停车，几方人马迅速集结。我们是赵董事长派来协助的，我是老杨这边领头的。双方迅速沟通，老杨指着工厂，眼神凌厉：人被带进去了。保镖队长点头：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悄悄跟上，别惊动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一行人身形矫健，如猎豹般潜入工厂。而工厂深处，高强已经见到幕后主使刘壮，他推了一把小韩，贪婪地伸出手：刘总，人我带来了，钱呢？刘壮笑着让手下将一箱钱递给高强。高强打开箱子点了点数，满意的笑了：一分不少，人归你。说完，一把将我妹妹小韩推向刘壮。刘壮直接搂住我妹妹的腰，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香气。高强拿到钱便带人离开，而刘壮则迫不及待地对着我妹妹狞笑：之前在电视上看见你就惦记上了，这颜值，这身段。小韩的嘴被堵住，只能拼命挣扎。可高强他们刚走出工厂，就被老杨他们瞬间放倒。解决掉喽啰后，老杨和小沈立刻冲了进去。只见工厂里，刘壮正对着我妹妹阴阳怪气：当初乖乖迁到我公司陪陪我，什么资源没有，非要敬酒不吃罚酒，你害我公司破产，差点坐牢。没关系，我现在就把你办了，然后出国照样快活。说着，他那肮脏的手就开始不老实。顾寒的眼中满是绝望。就在这时，一道黑影闪过，一脚狠狠将刘壮踹翻在地。刘壮疼得满地打滚，是小沈。他立刻上前解开我妹妹的绳索。重获自由的顾寒看着地上的刘壮，眼神冰冷：死胖子，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说完，他猛然起身，抬脚就朝着刘壮狠狠踢去。紧接着，厂房外警笛声大作，警察冲进来，迅速控制住现场。带队的苏阳队长看向我妹妹：顾寒小姐，你没事吧？小韩摇摇头，指着刘壮，声音都在颤抖：我没事，但你们一定要好好惩罚他，让他一辈子都别出来。而此时的我却在公司里心急如焚，度秒如年。要不是赵玲死死抱着我的胳膊，我早就冲去现场。可我怎么能不急？我恨自己，为什么同样是穿越者，别人都有系统帮身，而我却只是个普通人，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了。我痛苦的低吼：我知道去了没用，可我不去现场看看，我不安心啊。赵玲紧紧抱住我，柔声安慰：没事的，小韩很快就回来了。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
推开，是小韩，他回来了。我猛地站起来，冲过去，一把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过了许久，我才颤声问道：“怎么样？有没有出什么事？”小韩在我怀里笑了笑，声音虽然疲惫，却无比清晰：“哥，没事了，是刘壮。”听到刘壮这个名字，我拳头瞬间攥紧。这个人渣！赵灵更是气得发抖。这个混蛋之前骚扰我，现在竟然把主意打到小韩身上。小韩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公司的人之前找过我，被我拒了，没想到他竟然记恨在心。正当我们怒火中烧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老爸。我赶紧接通：“爸，怎么了？你跟我老丈人聊完了？”电话那头，老爸的声音异常沉稳：“心意，小韩在你那吧？他情绪怎么样？”我看了一眼妹妹，压着火气回道：“人没事了，但要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爸，这次绝不能放过刘壮。”老爸打断我：“放心，我都知道了。你妈已经联系集团的律师团队，这次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而且因为抓他，警方顺藤摸瓜，竟然破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儿童拐卖大案。你岳父心里过意不去，非要安排晚饭给小韩压压惊。你们没什么事的话，就先来长宁度假酒店。”挂了电话，我便带着小韩和赵灵动身前往酒店。路上，顾寒一脸八卦地凑过来：“哥，嫂子，你们今天见家长，没被我嫂子她爸打断腿吧？”赵灵扑哧一笑，就把那个离谱又浪漫的娃娃亲说了出来。顾寒听得眼睛都直了，忍不住感叹：“这不就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吗？竟然让你们给碰上了，看来真是命中注定。”赵灵满脸幸福：“是啊，要不是今天这一出，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说话间，酒店就到了。刚跟爸妈他们会合，一个小身影就迈着小短腿扑了过来。我赶紧一把抱起诺诺，他在怀里奶声奶气地喊：“爸爸妈妈，姑姑。”这时我岳父赵景生看向顾寒，眼里满是赞许：“这就是顾寒吧？真是个漂亮姑娘。”简单寒暄几句，岳父大手一挥：“走去长宁饭店，我已经安排好了。”上了车，我把诺诺交给赵灵，专心开车。小家伙兴奋得不行，因为他知道爸爸的腿终于抱住了。看着车里叽叽喳喳的女儿，我心里一阵感慨：前世的我，天王影帝，听着风光却活得像个机器，只知道疯狂赚钱，给父母买别墅打钱，一年也见不了几面。直到40多岁，还是孤身一人穿越而来，我才真正明白，家人比什么都重要。或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吧。很快，我们就在饭店的豪华包间坐下，酒菜刚点好，岳父就看向我，抛出一个重磅问题：“心意，你和赵灵已经有孩子了，现在有什么打算？”我想了想，认真回答：“爸，我想给赵灵一个盛大的婚礼，但她现在是事业上升期，我怕媒体的关注会影响到她。”没想到赵灵却摇摇头：“爸，我们已经领证，婚礼无所谓。”就在这时，我爸突然插话：“心意，你要想进娱乐圈也可以，国外的公司我都安排好了。”我妈也立刻附和：“是啊，儿子，你写歌那么好，嗓子也没问题，别浪费了天赋。”就连顾寒也给我打气：“哥，你在娱乐圈站稳脚跟，有了地位，不但不会影响嫂子，反而能帮到她。”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只好说：“这样吧，让我再想想。”说话间，服务员开始上菜，话题也总算转到了顾寒身上。大家一边吃一边开导着他。我给诺诺剥着虾，也叮嘱顾寒以后出门必须多带几个人跟着。这顿饭吃了快2小时，岳父直接把账记在了他名下。我集团还有事，你们好好过日子。说完就匆匆走了。不久后，我们一家子也回到家里。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妈说道：“没想到啊，之前我觉得跟赵老哥的亲事算是有缘无分了，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亲家。”爸也附议：“没错。”我当时其实这心里是有点遗憾的。我这时看着赵灵，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呢，你说对不对，赵灵？赵灵赞同的点了点头。很快就到了睡觉的时间了，我还是老样子，先把小诺一哄睡着后，回到卧室抱着赵灵睡觉。赵灵躺在我怀里说道：“老公，今天说的让你出道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说道：“这事不能记的，不过今天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说完便转身期待的看着赵灵。赵灵看我猴急的盯着他，弄得他俏脸通红，抬起袖拳打了我一下，说道：“哎呀，你讨厌，你轻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顾寒比赛的日子。我们全家直飞京都。我随口问是住酒店还是去嫂子家，我爸却淡淡开口：“住什么酒店？我们在京都也有房子。”话音刚落，我们走出机场，2辆劳斯莱斯赫然停在面前。顾寒直接看呆：“这2辆车不会是来接我们的吧？”我爸点了点头。下一秒，司机竟下车鞠躬：“董事长好。”我们被带到一栋比魔都还大的别墅。我看着里面奢华的陈设，正准备带女儿诺诺出去转转，顺便给她买几件衣服，谁知顾寒突然开口：“哥，你跟诺诺相认到现在，好像还是第一次给她买衣服吧？”一句话让我瞬间成为全家公敌。我爸脸色一沉，
晨，这父亲当得不称职。我妈也跟着补刀。儿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听着家人的指责，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竟然一次都没给诺诺买过衣服。就在这时，还是赵玲看不下去，她赶紧起身解围。好了好了，我们快去快回。最终，爸妈和顾寒都留在别墅，我则抱着诺诺和赵玲开车冲向商场。刚进商场，诺诺就挣脱我的怀抱，像只快乐的小野马在商场里跑来跑去。我赶紧拉住她的小手，直奔童装店。可就在我们挑完衣服准备去吃饭时，诺诺突然饿着肚子开口：“爸爸妈妈，我肚子饿了。”我心头一暖，看着赵玲提议找个地方吃饭。吃完饭后，我们全家来到鸟巢总决赛现场。可第一个上台的选手一开口，我就断定有黑幕。我转头问老婆赵玲：“这水平怎么进的总决赛？”赵玲却轻飘飘地吐出3个字：“靠关系。”我看着台上浓妆艳抹的选手，作死地分析起来：要么是靠身体，要么就是家里有钱。我赌是前者。话音刚落，我腰间软肉一痛，赵玲的小手已经拧了上来。你可以啊，从他一出场你就盯着人家身材看。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求生欲瞬间拉满。错了，老婆，我不该有你这个天仙老婆，还看别的女人，我禽兽不如。赵玲这才冷哼一声松开手。谁知第2个选手上台，赵玲又给我挖坑：老公，你说现在这位跟刚才那位谁漂亮？我赶紧表忠心：她们再漂亮也没我老婆漂亮。赵玲这才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果然投票结果出炉，唱功差的张慧8票对22票。就在这时，主持人报出一个名字：顾寒。妹妹走上台，报出的歌名却让全场哗然。我即将带来的是歌曲《唯一》。台下观众瞬间炸锅，议论纷纷。没听过啊，这是什么歌？可当音乐响起，妹妹一开口，所有人都愣住。是我傻瓜，但如果真的爱不会算计，还是他们不知道这首歌来自我的前世，是我在低谷时的唯一信仰。妹妹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这首歌唱醒了无数人放弃的梦想，现场掌声雷动。可妹妹刚下台，下一个选手杨晨的唱功却一言难尽。我眉头紧锁，这水平和之前那个关系户简直一模一样。赵玲却在我耳边轻笑：习惯就好。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很快，杨晨唱完，投票环节开始，妹妹和杨晨再次站上舞台，红色代表妹妹，蓝色代表杨晨。投票开始，结果一出来，全场死寂，杨晨30票，妹妹竟然只有20票，这结果让全场瞬间炸锅。黑幕，绝对是黑幕！一个观众猛地站起来，指着评委席怒吼：凭什么？这杨晨唱的什么玩意儿？唱功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凭什么他晋级？节目组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一时间群情激愤，妹妹看着杨晨得意的嘴脸，气得攥紧拳头。我身边的爸妈更是怒不可遏。赵玲眼神冰冷，缓缓开口：来，这节目组的暗箱操作坐实了。观众的怒吼声几乎要掀翻整个鸟巢，眼看观众彻底失控，那30个投票的评委吓得冷汗直流，主持人更是手足无措，能向导演投去求救的眼神。导演硬着头皮上台，可话刚出口就被观众的怒吼淹没。你叫我们怎么冷静？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不然这事没完。导演被逼得节节败退，竟然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妹妹。顾寒选手，现在只有你能让他们安静下来。妹妹没理他，反而看向一旁的杨晨。那女人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可下一秒，导演压低声音，话里却藏着刀：顾寒，我知道你委屈，但现在的娱乐圈就是这样，这节目背后是娱乐龙头，得罪他们，你就别想在圈里混。赤裸裸的威胁，连旁边的男主持也跟着帮腔。是啊，顾寒，这里面的水太深了。观众看清了他们的嘴脸，怒火更盛。你们这是在台上逼他吗？就在这时，妹妹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全场瞬间安静。大家静一静，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顾寒在这里谢谢你们。说完，她对着台下深深鞠躬，接着她一字一句的开口：虽然没能晋级，但我向大家保证，我绝不会放弃唱歌。就算没有冠军，我们也永远支持你。观众的呐喊震耳欲聋，妹妹再次道谢，随后在万众瞩目下毅然走下舞台。看着导演和主持人如释重负的嘴脸，我心中冷笑。后台，爸爸心疼的看着妹妹：闺女，要不要爸帮忙？妹妹摇摇头：爸，不用，我们走。赵玲却上前拉住她的手，眼神意味深长：小寒，你做得很好，如果你刚才愤然离场的话，说不定明天头版头条就是你。顾寒勉强挤出笑：没事，嫂子，就是有点不甘心。妈妈立刻发话：闺女，受了委屈就说，我们帮你出气。我们一行人回到家，爸爸再也忍不住，怒气冲冲。晨光娱乐胆子太大了，竟然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他拿起手机就要打电话，我现在就给他们一个教训。爸，等一下！我连忙阻止，妈妈瞬间瞪向我：你妹妹都被欺负了，你还求情？我赶紧解释：妈，现在太晚了，要收拾也得等明天。爸爸这才放下手机：行，明天再说。我看着他们，故意卖个关子：爸妈，明天我再跟你们细说计划。爸爸笑骂一句：臭小子。随后他让顾寒先去休息，看看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第二天一早，全家都在吃早餐。顾寒迫不及待地问：哥，你昨天说要收拾他们，你怎么个收拾法？我刚要开口，顾寒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想都没想直接挂断，可没过一会儿，那个电话又打了进来。爸爸开口：接吧，没准是认识的人。顾寒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喂，顾寒小姐吗？
我是晨光娱乐音乐总监王强。昨天的事我很抱歉，想约你出来谈谈。道歉。顾寒心里冷笑，昨天那么不要脸，今天来假惺惺，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压下怒火，王总监，我觉得没必要了。可对方却坚持，不，你不来，我这心里不踏实啊。虚伪。顾寒捂住听头，看向我们。晨光娱乐的总监约我见面，去不去？妈妈立刻炸了。正好，我们正愁怎么收拾他们。他自己送上门了，爸爸却觉得没必要。就在这时，我开口了：“我觉得应该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顶着压力说：“他们送上门来，咱们正好抓住机会。”赵灵不解：“什么机会？”我一字一句道：“证据，只要有证据，就能让他们身败名裂。”爸爸瞬间恍然大悟：“我懂了，先让他们市值缩水，咱们再动手，就能用最小的代价打垮他们。”我看着爸爸，说出了一个更疯狂的想法：“爸，如果有可能，我想把他们的公司收购过来。”我看向爸爸，可他还没开口，妈妈就点名关键：“晨光娱乐市值1000亿上下，只要证据确凿，市值最少缩水一半。”他话锋一转：“不过你收购他们干嘛？”我这才说出我的真正目的。赵灵的公司刚成立，缺人，与其费力培养新人，不如直接接盘一个现成的。爸爸一听，当即拍板：“行，没问题。”得到父母支持，我立刻看向顾寒：“小寒，答应他，待会儿我陪你去。”顾寒刚点头，电话那头的王强就等不及了：“顾寒小姐，考虑的怎么样了？”顾寒冷冷开口：“地址。”王强立刻报出地点：中兴商业街西餐厅，时间11点。与此同时，晨光娱乐总监办公室内，王强挂断电话，一脸冷笑，怀里还坐着杨晨。杨晨急切地问：“强哥，他答应了？”王强得意洋洋：“当然，这种蠢货我一忽悠就上钩。”杨晨立刻撒娇：“强哥，那一定要把他的歌买过来给我唱。”王强小腹一紧，邪火上涌：“放心，宝贝，我让他乖乖把歌送给你，不然他就别想在圈里混。”说完，他再也忍不住，直接扑了上去。10点半，我和顾寒准时出发。到了餐厅门口，我低声嘱咐：“小寒，你先进去，我们装不认识，方便我操作。”顾寒点头，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我紧随其后。很快就看到一个油腻大叔，旁边赫然坐着杨晨。顾寒看到杨晨，怒火中烧，但为了计划，他忍了。我找了个临近的位置坐下，拿出手机，镜头悄悄对准他们。王强抬头看见顾寒，瞬间眼睛都直了。旁边的杨晨气得直捅他，他才回过神。没错，我就是。他的眼睛像钩子一样在顾寒身上游走。顾寒强忍恶心：“王总监约我来，有什么事？”谁知王强色眯眯地将菜单递过去：“顾寒小姐，先点餐。”顾寒也不客气，专挑贵的点。一顿饭吃的沉默，王强终于憋不住了，他假装正经地开口：“顾寒小姐，我觉得你在音乐方面造诣非凡，所以我今天来，一是赔罪，二是……”他顿了一下，完全忘了买歌的事，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竟然说：“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晨光娱乐。”王强甚至打起了别的主意。至于杨晨，直接被他抛之脑后。杨晨见状，顿时炸了：“强哥，你不是说要他的歌给我唱吗？你怎么能被他的美色迷惑？”谁知王强瞬间翻脸，不耐烦地吼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可别乱说！”这下杨晨和顾寒都愣住，我听着也是一头雾水。顾寒瞬间明白，原来对方是看上了他的歌，现在又看上了他的人。他强压怒火，擦了擦嘴，冷冷开口：“王总监，谢谢你的看重，但我暂时不考虑。”王强一脸错愕，他想不通，多少新人挤破头都想进晨光，怎么到他这儿就不好使了？他不死心，继续劝道：“顾寒小姐，你别急着决定啊，再考虑考虑。”顾寒心中冷笑：“我要是进去还能友好？”他直接站起身：“不用了，王总监，我还有事，先告辞了。”刚要走，杨晨尖酸的声音传来：“都是女人，装什么清纯？最后还不是要出卖身体？”这话彻底点燃了顾寒的怒火，他猛然转身：“你以为我是你？我走到今天全靠自己，不像你靠着老男人上位，真是不自爱。”你说谁不自爱？杨晨瞬间炸毛：“够了，别吵了！”王强一声怒吼，周围时刻的指指点点，让杨晨满脸通红。王强也被接二连三的拒绝搞得耐心全无，他沉下脸发出最后通牒：“顾寒，既然你不识好歹，从今天起你就别想在娱乐圈混了，晨光娱乐将对你全面封杀。”顾寒不屑一笑：“那你封杀吧，我不在乎。”说完，他转身就走，头也不回。而我早已将全过程录下。结完账，我跟着走出餐厅。车上，顾寒迫不及待地问：“哥，录好了吗？”我笑着把手机递给他：“放心，都在里面。”顾寒看着视频，气得小脸通红。哼，有了这个，我看他还怎么嚣张。我安慰道：“别气了，回家让爸妈给你报仇。”对，必须让他们受到惩罚。回到家，我们把事情一说，爸爸气得拍桌子：“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要封杀你。”我点头：“没错，他就是这个意思。”顾寒更是气愤：“爸妈，那个老家伙从头到尾就色眯眯地盯着我。”爸妈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赵灵突然开口。赵灵看着我，直接问：“老公，你打算怎么收拾他们？”我早有计划，让咱爸和我老丈人联手收购他。老妈徐玲却不解：“你爸的实力就够了，干嘛还拉上亲家？”对呀，儿子。老爸顾振国也盯着我，不相信我的实力。我赶紧解释：“不是，我是觉得这样快，收购完成就能立刻拍剧做综艺。毕竟赵灵公司
司里都是新人，正需要一个成熟的公司来带。顾寒眼睛一亮，哥，你有剧本了？我点点头，剧本、综艺都有。接着我看向赵玲，老婆，快给你爸打电话，让他跟我爸配合一下。赵玲刚要拨好，老爸却拦住她。儿媳妇，不用打了，我们直接去你家当面商量。好的，爸。赵玲立刻该给母亲林梅打电话报备。此时，京都长宁园1号别墅里，赵玲的母亲林梅正被几位老总夫人围着，他们竟都是来给自己儿子提亲的。林姐，我家儿子对令千金仰慕已久，得了吧，你家儿子游手好闲，我儿子可是海归总经理，你们都别争了，我儿子自己开公司，年入800多万。几个富二代为了争夺赵玲，差点当场打起来。就在这时，林梅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宝贝女儿，林梅瞬间笑逐颜开。闺女，终于想起你妈了。电话那头，赵玲赶紧撒娇：“妈，我想你了才打的。”林梅却直接戳穿：“说吧，什么事？”赵玲只好说：“妈，我今天要和公公他们一起回家一趟。”亲家要来，林梅顿时喜笑颜开。好，好，好，快来，我这就准备。挂了电话，林梅立刻对几位夫人下了逐客令：“不好意思了，各位，待会儿我亲家要来，就不招待你们了。”几位夫人心里骂娘，却不敢出声。其中一个富二代刘凯不死心的追问：“阿姨，您是说赵玲的姐姐或妹妹要来，对不对？”另外2个富二代也瞬间燃起希望，他们早就对赵玲惊为天人。几天前刚打听到她是长宁集团千金，就求着老妈来提亲，现在却得知赵玲已经嫁人，他们根本无法接受。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赵玲还有个姐妹。然而林梅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彻底绝望。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家就只有赵玲这一个独生女。不仅如此，女儿已经嫁人，亲家正是中兴集团，甚至连外孙女都有了。这话一出，全场死寂。中兴集团那可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刚才还争着提亲，现在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几位夫人再也待不下去，拉着4家儿子灰溜溜的逃离赵家别墅。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也坐上保姆车直奔赵家。车门一开，小诺诺就挣脱我的怀抱，跑进大厅就喊：“姥姥，诺诺回来了！”林梅从厨房冲出来，一把抱起小诺诺：“我的小孙孙，有没有想姥姥啊？”当然想了，诺诺每时每刻都在想姥姥。稚嫩的童声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2位亲家母看着这一幕，感慨万千。真没想到，我们兜兜转转，还是成了亲家。我立刻向丈母娘保证：“妈，你放心，我绝不会辜负赵玲。”就在这时，老丈人赵景生回来了，看到顾振国，他惊喜万分：“顾老弟，你们来了！”小诺诺更是直接扑过去：“老爷！”结果小家伙话锋一转：“都怪爸爸，一直不带诺诺来看老爷。”我的小棉袄怎么漏风了？饭桌上，我把收购晨光娱乐的计划和盘托出，谁知老丈人听完却摆了摆手：“对付晨光不用这么麻烦。”他一句话直接颠覆我的认知：“我们2家联手，直接打压就行了。”我还在担心资金问题，他却风轻云淡地说：“没事，我们自有办法。”这就是顶级大佬的实力吗？晚饭后，我爸妈带着顾寒先回去了。我以为今晚能抱着老婆睡个好觉，结果丈母娘突然发话：“兴义，今晚你自己睡，赵玲和诺诺跟我睡。”我瞬间石化，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婆女儿被带走。赵玲回头看我，嘴角却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而此时，远在办公室的王强还不知道一场足以毁灭他的风暴即将来临。另一边，王强正拨通一个又一个电话：“喂，李总，我是王强，帮我封杀一个叫顾寒的歌手。”他挂断电话，脸上是得意的狞笑：“顾寒啊，顾寒，我看你怎么求我。”一想到顾寒那张绝美的脸，他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可他不知道，他的晨光娱乐已经天翻地覆。董事长张浩正悠闲品茶，女秘书猛然闯入：“董事长，不好了，所有广告合作全部终止，我们的电影被院线驳回，电视剧也被上面卡住，理由是公司偷税漏税，男主还涉嫌吸毒。”一连串的噩耗砸得张浩头晕目眩，差点直接栽倒。他还没想明白到底得罪了谁。就在这时，他儿子张俊连滚带爬地冲进来：“爸，不好了，税务局和警察都来了。”张浩再也坐不住，一巴掌拍在桌上：“是不是你这个逆子惹了不该惹的人？”张俊吓得直哆嗦：“爸，不是我啊！”突然，他猛地想起一件事：“爸，会不会是舅舅？他昨天威胁一个新人，还说要封杀他。”张浩怒吼：“马上让他滚过来见我！”很快，王强一脸无辜地走进办公室：“姐夫，出什么事了？”张浩气得发抖：“你还有脸问？你到底得罪谁了？”王强却满不在乎：“没得罪谁呀，不就封杀一个刚出道的小歌手。”一个小歌手，张浩彻底绝望了。就在此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税务局和警察走了进来。当警察掏出逮捕令的那一刻，张浩双腿一软，当着儿子和小舅子的面被直接带走。张家和王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谁。第二天清晨，我拿出一份全新的计划书，我将一份策划案递给赵玲，她一脸疑惑：“老公，这是什么新歌吗？”我摇摇头，示意她自己看。赵玲翻开封面几个大字，让她瞳孔一缩，华夏新生意。这是综艺节目啊！她震惊过后，瞬间狂喜：“老公，你什么时候写的？太棒了！”我得意地挑了挑眉：“那是不是该给点奖励？”赵玲俏脸一红，轻轻点头。一阵甜蜜过后，我们穿好衣服下了楼。顾寒正抱着胳膊，一脸不满：“哥，你们怎么才下来？”我面不改色：“在商量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赵玲心领神会，把计划书递过去：“你哥给了我一份综艺计划书。”顾寒接过翻了翻，撇了撇嘴：“怎么是个选秀节目啊？这种节目
目不是早就有了吗？我爸顾振国却来了兴趣，我看看。他接过计划书，看完后问我：“儿子，怎么想起来弄这个？”我笑了笑，开始解释：“爸，这个综艺不一样，他只注重声音，不管选手长什么样，只要有一副好嗓子就能参加。”我爸眼神一亮，我接着抛出核心玩法：海选是盲选，4位导师背对选手，只有声音打动他们，他们才会转身。如果4个导师同时转身，选择权就在选手手上。我将导师带队，内部选拔，直到总决赛的赛制全盘托出。一家人听完，瞬间眼前一亮。赵玲却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模式太棒了，但导师必须是歌坛有威望的人才行。我点点头。不仅如此，为了杜绝黑幕，比赛全程开启观众投票，每期都换一批新观众。总决赛更是要全国直播，由全国观众投票决定冠军。赵玲激动得满脸通红，可随即又担忧起来。创意是顶级的，但哪家电视台愿意合作这种新模式？他话音刚落，我爸却淡淡开口：电视台倒是不愁。顾涵好奇地问：爸，你有朋友在电视台？我妈徐玲笑着揭晓答案：电视台是你爸之前收购的成果电视台，我们本来就想成立娱乐公司，所以连成果视频和成果音乐也都顺手买了。我瞬间愣住，我爸云淡风轻地补充一句：100%控股。既然平台问题解决，赵玲看向我：老公，导师你有人选吗？我胸有成竹，报出3个名字：刘焕老师、王娜老师，还有陈毅。顾涵立刻指出：哥，你说要4个，还差1个呢。我的目光落在了赵玲身上，最后一个就是你。赵玲顿时慌了：我行吗？我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你要相信自己，你现在已经是天后了，这个节目就是你稳坐天后宝座的最好舞台。赵玲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行，那就听你的。她立刻揽下重任，剩下的3位嘉宾我亲自去邀请。我点点头，随即又想起一件事：对了，打个电话给咱爸，问问晨光娱乐收购的怎么样了。赵玲比了个 OK 的手势，立刻拨通了赵景深的电话。电话那头，赵景深刚刚听完秘书的汇报：董事长，晨光娱乐交接完毕，请问您下一步安排？赵景深摆摆手：这家公司是我为我闺女准备的，看她的安排。话音刚落，手机就响了，看到来电显示他示意秘书先出去，这才接起电话：喂，闺女，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为了晨光的事。电话这边，赵玲笑着撒娇：爸，就不能是我想您了吗？赵景深哈哈大笑：行了，我还不知道你。赵玲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好吧，爸，晨光的收购还要多久？赵景深笑道：已经交接完了，正想找时间告诉你。怎么这么假？赵玲连忙解释：顾星逸策划了一部新综艺，现在急需人手。赵景深立刻明白过来：行，我待会儿就让晨光的新总裁联系你。挂断电话，赵玲兴奋地看向我：老公，搞定了，我爸说晨光已经收购完毕，新总裁马上联系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随即看向我爸：爸，那电视台那边麻烦您打个招呼，我明天就飞过去签合同。顾振国点点头：放心去吧。我们3人立刻动身，驱车前往公司。到了办公室，赵玲毫不耽搁，直接给刘焕老师拨去电话。此时，刘焕正和王娜、陈毅2位歌坛老友在家中聚会。看到来电，刘焕笑着接通：赵玲啊，还以为你把我这个老师忘了呢。赵玲连忙解释：哪能啊，老师，最近忙着开公司，这不一有空就联系您了。寒暄过后，赵玲直入主题：老师，还真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我们公司策划了一个全新的选秀综艺。他将只听声音不看长相的盲选模式以及层层递进的残酷赛制详细的介绍了一遍。刘焕的眼睛越听越亮。赵玲最后抛出重磅炸弹：我们决赛将采用全国直播，由全国观众投票。老师，您有没有兴趣加入？刘焕毫不犹豫：有，太有兴趣了，这可是全新的模式。他接着问：另外3位导师是谁？赵玲心中一喜：准确的说还差2位，因为我也参加。另外2位，我们想邀请王娜老师和陈毅老师。刘焕听完突然哈哈大笑：电话就不用打了，他们现在就在我这。赵玲惊喜万分，只听刘焕对着旁边问道：怎么样？赵玲说的你们都听到，有兴趣吗？陈毅率先表态：我刚好有档期可以参加。王娜也开着玩笑：我也可以，全新的综艺还有钱赚。刘焕一拍板：那就都同意了。刘焕拿起手机，声音里全是激动：赵玲他们都同意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录制？赵玲惊喜万分：太好了，老师，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还要宣传和报名。至于电视台那边，我们过去签个合同就行。刘焕爽朗一笑：那行，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敲定导师，我们马不停蹄。第2天一早，我们就直奔机场，目标长水市成果电视台。楼下，我爸早已等候，他没多说废话，直接交代：诺诺，我和你妈会看着，台长的电话发你了，他姓吴，到了直接联系，他会派人接你们。我心中一暖：谢谢爸。4个小时的航程，赵玲靠在我肩上睡着，我轻声叫来空姐，要了条毛毯为她盖上。飞机落地，我立刻拨通了吴台长的电话。电话那头，吴台长的态度恭敬至极。我开门见山：你好，吴台长，我是顾星逸，我爸昨天说过的。吴台长瞬间反应过来，声
声音都热情几分。原来是邵董啊，董事长昨天都交代过了，我马上派人去接你。挂了电话，我们就在机场门口等着。没一会儿，一辆车稳稳停在我们面前，车门打开，先是一双逆天大长腿，紧接着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走了下来。她神情清冷，目光直视我。你好，顾先生，我叫楚梦瑶，吴台长派我来接你们。说完，她又好奇地瞥了一眼戴着口罩的赵灵，我瞬间感觉周围男同胞的目光都快把我刀了。我心里一阵无语，美女虽好，可我有老婆啊。我平静地点点头。你好，楚小姐，麻烦你了。车子驶离机场，我看着窗外的风景，不禁感慨：老婆，我还是第一次来长水，没想到风景真不错。赵灵好奇地问我：老公，那你从小到大都去过哪些地方？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老婆，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魔都，你信吗？赵灵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不是吧，老公，你们家条件这么好，怎么会连魔都都没出过？我无奈地摊摊手。之前我父母忙，后来又要学习，就耽误了。赵灵一脸同情。那你的生活还真是枯燥，不像我，倒是去过很多地方，长水都来过好几次。我眼前一亮。那正好，老婆，签完合同，你当向导带我转转。我听说长水美食很出名，我们去尝尝。赵灵笑颜如花。行，包在我身上。我欣喜地凑过去。老婆你真好，来让老公亲一个。赵灵粉拳捶在我胸口，娇嗔道：去你的，有人在呢。我只是嘿嘿一笑，而开车的楚梦瑶全程面无表情，仿佛已经被狗粮喂饱。很快，车子稳稳停进电视台的地下车库。楚梦瑶声音轻冷：顾先生，我们到了。我点点头，随即凑到赵灵耳边小声说：老婆，你们这种大美女是不是都这么冷冰冰？跟她说话，我感觉温度都降了好几度，冷得我直哆嗦。说完，我顺势一把抱住赵灵。赵灵红着脸挣脱我的怀抱，嗔怪道：你给我正经点，这是外面。就在我们打闹时，前面的楚梦瑶却拿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喂，人接到了没有？楚梦瑶的回答却让我一愣。放心吧，舅舅，我已经接到人了，就在地下停车场。舅舅，没等我反应过来，电话那头的吴台长竟然急了：臭丫头，接到人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等着，我这就下来。挂了电话，楚梦瑶彻底懵了，这两人到底什么来头？舅舅竟然要亲自下来接。他转过身，语气也客气几分：顾先生，请稍等，我们台长要亲自下来接你。话音刚落，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就快步向我们走来，他径直来到我面前，恭敬地伸出手：邵董你好，我是成果电视台台长吴斌。我也伸出手握了一下：你好，吴台长。紧接着，我们跟着吴斌来到他的办公室，他亲自给我们泡茶，目光却落在赵灵身上。这位姑娘，我怎么看你这么熟悉？吴台长当然见过我，我以前也常来参加你们台的节目。吴斌瞬间惊呼：我想起来了，你是赵灵小姐。小半年没见，好多网友都以为你要退居幕后了。寒暄过后，我直奔主题，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过去。吴台长，这个是我策划的综艺，你看看吧。吴斌接过策划案，起初并没抱太大希望，可他随便翻开一看，眼睛瞬间就瞪圆了。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抬头一脸震惊地看着我：邵董，您真是天才啊！这个综艺简直是太棒了。我微微一笑：这么说，吴台长很看好。当然，您的这份策划可以说是天下独一份。我点点头：那就行，咱们谈谈投资。我的要求是视听盛宴，所有设备必须顶级，总资金大概需要1个亿。我们公司与电视台各占50%，所以需要双方各出资5000万。吴斌听完，猛地抬头，满脸不可思议：我们也可以出资吗？我看着吴台长笑了笑：那是当然了，毕竟电视台属于我爸的，我总不能让他老人家吃亏。而且广告分成也是对半分，不知吴台同意不？吴斌立刻点头哈腰，可下一秒，我让他跟我老婆签合同，他直接愣住：邵董，您老婆是赵灵小姐。我一把揽过身旁的赵灵：那当然，老婆，签合同吧。合同签完，我顺口提了一句：对了，吴台还差个赞助商，有推荐吗？谁知吴斌一脸古怪：邵董，集团那么多分公司，您怎么不用自家的？我一拍脑袋：好家伙，忙昏头了，竟然把自家公司给忘得一干二净。事情谈完，我拉着赵灵就要走，毕竟第一次来长水，必须好好过2人世界。可吴斌却非要派人带着我们。邵董，让我侄女梦瑶跟着你们怎么样？我立马摆手：不用不用，你直接派个男司机就行。我才不想看楚梦瑶那张冰块脸，浪费我和老婆的2人世界。可刚走出办公室，赵灵就玩味地看着我：老公，人家吴台长让这么个大美女跟着，你怎么还拒绝啊？我无奈地刮了下她的鼻子：她再漂亮，能有你漂亮？好不容易过个2人世界，我才不带电灯泡。赵灵又好奇地问：那你干嘛还非要个司机？我嘿嘿一笑：待会儿买东西不得有个人帮我们拎吗？到了停车场，司机刘凯已经在等着。上了车，他小心翼翼地问：邵董，我们去哪？我想了想，肚子饿了，去你们这最有名的特色小吃街。话音刚落，我明显看到刘凯从后视镜里愣了一下，他似乎很惊讶，我这种家庭的人竟然会去小吃街。我直接笑着点破：凯哥，是不是觉得我该去高档餐厅？那地方钱贵不说，量还少得可怜，哪有小吃街味道好又实惠？刘凯这才附和着笑起来。半小时后，车稳稳停在了一条热闹非凡的小吃街门口。我让凯哥在车上等着，待会儿给他打包一份。接着我拉着赵灵汇入小吃街的人潮，可没想到我这个仙女老婆开口第一句竟然是：老公，我想吃臭豆腐。我盯着他，满脸不可思议：仙女也吃臭豆腐？赵灵被我看得发毛，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怎么不行吗？我立刻举手投降：没有，老婆想吃什么，我马上就去买。没一会儿，我提着大包小包
回来，可赵玲却拦住我，让我先别吃。她说这里人多眼杂，万一被狗仔拍到，会给我带来舆论压力。我心里一暖，还是老婆想得周到。于是我俩提着一堆美食回到车上，和司机刘凯一起大快朵颐。吃饱喝足后，直奔商场。商场里的牌子魔都有。我本想随便逛逛，可我看着身边巧笑嫣然的赵玲，心里突然一阵愧疚。她为我生下女儿诺诺，我却没有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她还愿意不计前嫌嫁给我，我欠她的太多了。我猛地停下脚步，握紧她的手。老婆，我们去买个钻戒吧。赵玲红了眼眶，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搂着她直接走进第二店铺，可柜姐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愣住了。先生，我们第二倡导一生只爱一人，每个男士一生只能定制一枚。不仅如此，竟然还需要绑定身份证，记录永久可查，还不能删除。赵玲紧张地看着我，我却想都没想，直接掏出身份证递过去。绑吧。柜姐再次确认。先生，您确定不后悔？我看着赵玲，无比严肃。确定以及肯定。赵玲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欣喜地问我：老公，你真的不后悔吗？我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放心吧，老婆，我这一生有你足矣。买完钻戒，天色已晚，回到酒店放好东西，我转身对刘凯说：凯哥，今天辛苦你了，我请你吃顿饭吧。刘凯连连摆手，可我老婆却笑着开口：凯哥，就当交个朋友嘛。他这才不好意思地答应。包间里我把菜单递给刘凯，却连忙推回了，脸恭敬：邵董，您和夫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用点。行吧，我也不客气。点了几道菜，又让赵玲点了酒。等服务员出去，我看着刘凯，突然好奇起来：凯哥，你就在电视台，只负责给台长开车？他点了点头，有些腼腆。是的，邵董，我刚从部队退役，别的也做不来。我心里一动，追问道：那你在部队是什么兵种？他摆了摆手，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小事：没什么，特种部队而已，参加过几次缉毒和反恐行动。我心里掀起巨浪，特种兵还上过战场。我立刻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凯哥，跟你一起退役，没有工作的战友多吗？他想了想，说出一个让我震惊的数字：大概30人，至今都没有工作。我身边的赵玲瞬间明白我的心思，立刻主攻：凯哥，你现在还能联系到他们吗？当然可以，我们时常聚会呢。我直截了当的开口：凯哥，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来我们公司当保镖，负责艺人的安全。刘凯瞬间眼前一亮：可以，邵董，我回去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在长水市，明天就能到。这下我彻底放心了。我甚至当场邀请刘凯也加入。他想了想，答应下个月就来。这顿饭吃得我心潮澎湃。送走刘凯回到房间，赵玲才问我：老公，我们不是有小沈和老杨了吗？我叹了口气，神情严肃：人手不够，最重要的是小韩的事情，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我绝不能让那种事再发生一次。赵玲没再多说，只是抱着我安慰。第二天一大早，手机就疯狂响起，我睡眼惺忪的接起电话，是刘凯。他上来就连声道歉：邵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我昨天给战友们打了电话，他们都答应了。这不，今天早上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催我给你打电话，说现在就能上岗。我哭笑不得，这帮兵哥哥也太着急了。我当即拍板：1个小时后，你把他们全部带到酒店来。9点半，刘凯准时带着30个精神抖擞的汉子出现在酒店大堂。我看着眼前这群眼神坚毅的退役特种兵，心中豪情万丈。我走上前郑重开口：各位，欢迎加入我们瀚海娱乐，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看着这群特种兵，宣布了他们的第一项任务。现在公司加上我老婆，总共3个艺人，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他们3人的安全。我话锋一转，语气充满自信：但相信我，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忙到飞起。虽然会累，但工资我绝不亏待大家。我伸出手指，报出一个数字：1个月15000，怎么样？他们中一个领头的汉子立刻站出来，声音洪亮：顾总，15000我们没意见，我们只想赶快上班，我们已经闲了半年。很好，要的就是这股劲。我立刻拍板：那好，你们回去收拾东西，把身份证给我，我来订机票，下午5点半这里集合。对了，我们公司在魔都，你们都愿意去吧？那汉子咧嘴一笑：放心，顾总，魔都到长水才4个小时，我们愿意过去。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刘凯拿着一沓身份证，风风火火地去买机票。下午5点半，所有人准时集合，直奔机场。晚上8点，飞机稳稳降落在魔都国际机场。我看着身边的牛勇，也就是刚才那个领头的汉子：牛勇大哥，住处我暂时给你们安排在花园小区，那小区所有房子都是我的，里面还有5套空房，你们30个人6人1套，没问题吧？牛勇激动地直摆手：老板，给我们工作还管住，我们已经满足了，没意见。我让赵玲先回家，自己则带着这帮大老爷们打车直奔花园小区。进了我之前住的房子，我把剩下4套房子的钥匙全都交给牛勇。牛勇大哥，这几套房子你们自己打扫一下就能住，缺什么就给我打电话。牛勇却连连拒绝：顾总不用了，我们自己有钱，需要什么自己买。其他人也跟着附和：是啊，顾总，工资这么高已经很好了，我们自己买，用着才安心。看着他们朴实又倔强的样子，我只能点头。那行，你们好好休息，安心跟我干，以后还给你们涨工资。牛勇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顾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安顿好他们，我回到别墅时已经深夜。第二天，我被怀里赵玲的馨香唤醒，她看着我，笑意盈盈：老公，牛勇他们都安排好了吗？我点了点头：都住在我们之前的小区了。紧接着，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对了，老婆。
婆，合同签了，保镖也到位了，咱们是不是该搞点大动作了？待会儿去问问吧，他公司有没有什么产品能给我们赞助一下？赵玲眼睛一亮，好，那咱们赶紧起来。我俩迅速洗漱下楼，餐桌上顾振国他们正在吃早餐。小诺诺看到我们，奶声奶气的喊：“爸爸妈妈，快来吃早餐，要被我们吃完了。”我拉着赵玲刚坐下，我妹顾寒就凑了过来：“哥，你们签完合同，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我眉毛一挑：“怎么，你还想参加？”她赶忙摆手：“不是我，是我那几个姐妹，她们听说嫂子的公司搞华夏好声音，都想来试试。”不仅如此，顾寒看着赵玲又补了一句：“他们想在比赛前就直接签进嫂子的公司。不过嫂子你放心，他们唱功都超赞的。”赵玲笑了笑，干脆利落：“行，让他们抽空过来签合同就行。新人搞定，就差钱了。”我转头看向我爸顾振国：“爸，公司现在能赞助一下吗？最好是吃的或者喝的。”我爸想了想：“巧了，食品分公司刚研发一款凉茶，正愁没广告，我待会儿就打电话，让他们明天派人过来跟你们签合同。”我心中大定：“行，就明天，尽快签完，尽快启动报名。”这时我妈徐玲突然提起女儿：“诺诺该上幼儿园了。”赵玲有些尴尬：“妈，现在报名怕是来不及了吧？”我爸却大手一挥：“操心这个干嘛？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女儿诺诺一听，立刻拍着小手，满眼期待：“诺诺要读幼儿园，要跟小朋友们做游戏。”第二天，我和赵玲刚到公司，中兴食品的人就来了。会议室里，一个姓李的部长满脸堆笑：“邵董，上面交代了，您需要多少赞助费，我们就投多少。”哦，这么大方。我心里盘算着，毕竟是自家公司，也不能太狠。于是我伸出一只手：“这样吧，赞助费的话，8000万怎么样？”李部长的嘴角瞬间抽搐了一下，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整个集团未来都是我的。他立刻换上笑脸：“好的，好的，那邵董，我们这就签。”合同签完，我客气地伸出手：“李主任，你特地跑一趟，下午我做动。”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不用了，邵董，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他几乎是逃一样的离开。我转头对赵玲说：“老婆，钱到位了，可以通知电视台准备了。”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我妹顾寒带着3个女孩走了进来。嫂子，给你介绍下，这是我室友刘晓、张木和赵雅。赵玲微笑着打招呼：“你们好，我是赵玲。”下一秒，那个叫刘晓的女孩猛地瞪大眼睛，一声惊呼：“哇，小韩，你没说你嫂子是赵玲赵天后啊？”她激动得语无伦次：“你好，赵天后，我是你的粉丝，能给我签个名吗？”赵玲笑着点头：“当然可以。”另外2个女孩也反应过来，一脸责怪地看着我妹：“小韩，你太不够意思了，嫂子是赵天后，竟然瞒着我们。对，必须请我们吃大餐，不然这事没完。”我妹顾寒没好气地白了他们一眼：“放心，等你们签完合同，下午就安排。”赵玲看向他们，认真确认：“你们真的想好了要迁入我们公司？”刘晓带头，眼神坚定：“想好了，能加入偶像的公司，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话音刚落，赵玲一个电话，法务部就把3份合同送了过来。他们几乎没怎么看，刷刷刷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就在这时，我妹顾寒看向我：“哥，他们现在是你公司的人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写歌了？”我沉吟片刻：“歌可以有，但我手上没那么多适合单人的，我建议你们3人组个组合出道，怎么样？”刘晓和另外2人对视一眼，随即重重点头：“可以。”我直接转身对赵玲说：“老婆，把之前我给你的歌拿出来，让他们挑。”赵玲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大摞文件，我亲自挑出几首递过去：“拿去练歌房练，顺便把组合名字想好。”他们一走，我立刻拿起手机，一个电话直接拨给成果电视台的吴台长：“喂，吴台长，赞助商搞定了，你们那边可以准备一下，尽快开启报名通道。”我一个电话打过去，电视台大厦里瞬间掀起波澜。吴台长立刻召集全台开会，会议室里他坐在首位，环视众人：“相信大家都听说了，我跟瀚海娱乐签了个选秀节目。”他顿了顿，语气变得玩味：“我知道你们都觉得这不过是集团邵董拍着玩玩的，对吧？”台下众人尴尬地笑了。吴台长嘴角一勾：“那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位邵董策划的综艺到底是什么水平。”他示意助理将我的策划案发给每一个人。起初所有人只是碍于情面随便翻看，可下一秒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紧接着彻底炸开了锅。这策划真是那个邵董亲自做的，这是天才啊，何止是不错。吴台，这节目一播，收视率绝对第一。吴台长满意的压了压手：“今天开会就是为了启动这个节目。”他立刻开始下达指令：“广告部马上去做30秒的宣传片，卡通、购物、电视剧3个频道全部给我腾出时间循环播放。主持人就定和囧和王涵，场地用15层的演播厅。”最后他看向采购部，一字一句地说道：“谢部长，立刻去采购一批最新最顶级的设备，不要在乎钱，最重要的一点还要给我定制4把电动转椅。”采购员点了点头：“知道了，台长，您放心。”吴斌随即宣布：“好了，大家下去准备。本市报名点就设在我们大厦1楼，魔都就设在金茂商业大厦的瀚海娱乐，其他地区中兴广场。散会。”第二天，一条广告席卷了整个网络。成果电视台与天后赵玲的瀚海娱乐联合打造大型选秀综艺，面向全国招募选手，不问长相，不问职业。
业，只要你有天赋，就给你舞台。赵玲紧接着转发了这条微博，瞬间全网炸锅。卧槽！赵天后的公司和成果台合作搞选秀，重点是上面写着寻找好声音，不管长相，真的假的？只要嗓子好就能参加。我 KTV 麦霸申请出战。楼上的醒醒，这是专业比赛，我就是科班出身，之前因为颜值被刷了好几次，这次机会我必须抓住。在哪儿报名啊？上面写了各省中心广场，魔都的在瀚海娱乐。魔都的兄弟们，那不是能见到赵天后本人了？我明天就去，必须拿下。第3天，我和赵玲刚到公司，吴台长的电话就追了过来。我接起电话，开门见山：吴台长，是想说魔都这边的报名点吧？电话那头，吴斌语气充满歉意：是的，邵董，很抱歉，临时做的决定。我轻笑一声：没事，我公司员工正闲得发慌呢，你这不就给我送活来了吗？正好，赵玲这段时间又是忙公司又是录专辑，也该休息一下。吴斌这才松了口气：邵董您不怪罪就好。挂了电话，我转身看向赵玲：老婆，明天开始公司就要忙疯了，为了避免混乱，你这段时间就在家好好休息，陪陪诺诺。赵玲想了想，点了点头：行，正好诺诺幼儿园快办好了，我多陪陪他。第2天，全国34个省，所有中心广场人满为患，而魔都的瀚海娱乐更是夸张。我一大早赶到公司，直接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公司门还没开，门口已经黑压压站了几十号人。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喂，老三，你不会也是来报名的吧？我猛地回头，竟然是我大学室友林文卓。我笑着走过去捶他一拳：老大，你怎么来了？别告诉我你也是来参赛的。林文卓指了指旁边：陪我女朋友来的。他随即反应过来，眯着眼打量我：少扯开话题，我问你呢，你也是来报名的？我神秘一笑，指了指公司大门：不，我在这里工作，我是管技术的。我随便扯了个理由：领导让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说完，我掏出钥匙，冲着乌泱泱的人群喊道：麻烦让一让，我先把门打开。兄弟，什么时候能报名啊？对呀，我们都等1个多小时了。小哥哥，今天我们能跟赵天后和张颖吗？人群瞬间炸开锅，七嘴八舌的问起来，更有一个漂亮妹子眼神火热的盯着我：小哥哥，只要你让天后跟我和张颖再签个名，我今天任你处置。我直接好家伙，这妹妹看着文文静静，怎么一开口就是虎狼之词？我赶紧抬手压了压：大家安静一下，等场面稍稍控制住，我才开口：赵天后要录节目，今天不在公司。看着他们瞬间失落的眼神，我立马抛出钩子：但是只要你们报名通过，节目录制时自然就能见到了。一句话又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我接着说：报名要等工作人员到齐，大概再等1小时。没事，兄弟，我们等得起。对，只要能报名就行。我点点头，随即看向人群中的林文卓：老大，走，咱们大半年没见，进去好好聊聊。林文卓随即拉过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小雪，来，这是我大学哥们儿顾兴义。他又对我介绍：老三，这是我女朋友严清雪。嫂子好。我忍不住感叹，老大真有福气，能找到嫂子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严清雪笑靥如花：文卓也经常跟我提起你呢。我领着他们俩走进公司，直奔我的办公室。这办公室是赵玲给我留的，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来。可林文卓一走进来，眼神就变了，他震惊地打量着堪比老总办公室的陈设，猛地看向我：老三，你不对劲啊！你跟我说你是技术员，哪个技术员能有这种办公室？我笑了笑，不再隐瞒：我确实没有职位，不过这华夏好声音就是我策划的。林文卓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我操，老三你个天才呀！他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你跟柳如烟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结婚？早分了。我语气平淡：他嫌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没爱过他。林文卓气得直摇头，正想说什么，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前台小姐姐一脸焦急地冲了进来：顾总，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根本面试不过来，陈琳姐一个人快顶不住了。我眉头一皱，立刻拍板：这样，我出去顶一下，你立刻派人去音乐学院找校方谈合作，去音乐学院找老师帮忙。我对前台小姐姐下令：有什么要求，让他们尽管提，只要能满足的都满足。明白了，顾总，我这就去安排。他刚走，林文卓就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老三，你什么时候成顾总了？我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这事儿以后说，先让嫂子面试，等今天下午咱们好好聚聚。林文卓点点头：行，我待会儿就给老二他们打电话。那就这么定。我随即拨通了妹妹顾涵的电话：小涵，公司这边忙不过来，你现在给刘晓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都过来帮忙。好的哥，我马上打。挂了电话，我立刻走向会议室，可刚到门口我就傻眼了，人竟然比刚才还多。我快速穿过人群想进去，却被一个男的猛然拦住。那是个帅小伙，但一脸老子天下第一的表情。我皱了皱眉：哥们儿，有事吗？他嗤笑一声：你说呢？我们排了半小时的队，你一来就想往里冲，不把我们放眼里啊！我顿时无语：哥们儿，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报名的，我是来面试你们的，想尽快报名就让我进去。我话音刚落，旁边认识我的人立刻开枪：哥们儿，我可以证明这位兄弟是这里上班的，你让人家进去，别耽误我们时间。就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刚才就损那个长得一般的哥们儿，现在又找事儿，仗着自己长得帅，就以为自己牛逼了。那男的被怼得满脸通红，瞬间破防，他指着所有人怒吼：你们都给我闭嘴！
一群垃圾，看你们那穷酸样，也不照照镜子。这话一下就点燃了火药头。你骂谁呢？有钱了不起啊？要是没你父母，你什么都不是。谁知那男的更加高傲，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去。有钱就是了不起，你们信不信我能拿冠军？只要我回去跟我爸妈说一声，他们就能拿钱给我买个冠军回来。比赛不过是走个形式。我听完这话，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拿钱砸冠军，把债当什么了？我强压怒火，对着众人摆手。好了好了，各位消消气，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别跟他计较。我这话里的刺，那男的瞬间听懂，气得指着我的鼻子吼：“你说谁没素质？你给我说清楚，信不信我让我爸把你们这破公司买下来，让你立马失业？”我直接翻了个白眼，白痴，当然是谁在这乱咬人，就是谁呗。全场哄堂大笑。那男的气急败坏，终于放出大招：“你们都给我等着，我记住你们了。杨氏集团知道不？那是我家的，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杨氏集团4个字一出，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我心里也咯噔一下，这确实有点棘手。虽然跟老爸的中兴集团比就是个小蚂蚱，但总不能这点事就让我爸出手吧。就在这时，几个保安冲了过来：“顾总，出什么事了？”我冷冷的抬手指向那个嚣张的富二代：“把这人给我扔出去！”是顾总。保安二话不说，直接架起那男的就往外拖。那家伙被架着，嘴里还不干不净：“混蛋，放开我！姓顾的，我杨涛不会放过你。”保安理都懒得理，直接把他拖走。可周围的人却炸了锅，纷纷替我担心：“兄弟，你得罪他，以后日子不好过。”我却无所谓的摆摆手：“没事，一个跳梁小丑罢了，大家继续面试。”可老大林文卓却一脸凝重的拉住我：“老三，那可是杨氏集团。”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大，放心，我心里有数。”说完，我转身走进了会议室。一进去就看到陈琳在，我直接开口问：“林姐，通过几个了？10个面试，过了5个。”陈琳回答完，却紧紧盯着我：“外面的事我听说了，你太冲动了，那可是杨氏集团老总的儿子。”我听完反问他一句：“那我问你，我跟他的实力谁比较强？”陈琳瞬间翻了个白眼：“这还用想？当然是你，但我们不怕他，可他要3天2头来骚扰，我们也会很麻烦。这事儿你得跟你爸说一声。”我摇了摇头：“没必要，我自己能对付。要是不行，我再说。”看我这么坚持，陈琳只能妥协：“行吧，但你别硬撑。”我点点头，立刻切换回工作模式。好了，林姐，我们开始面试吧。而大厦门口，杨涛被扔在地上，正好撞见保安队长杨军，他立马爬起来，指着杨军嚣张的命令：“你是他们队长，立刻开除这几个保安，还有楼上那个姓顾的，让他滚下来给我道歉。”杨军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从嘴里吐出2个字：“白痴。”杨涛气得浑身发抖，撂下一句狠话，转身就走。你们给我等着！他越想越气，掏出手机就给他爸打电话，声音瞬间变得无比委屈：“爸，有人要打我，还不把我们杨氏集团放在眼里。”电话那头立刻追问：“你提我们杨氏集团了？”杨涛眼珠一转，开始添油加醋：“我提了。”结果他却说杨氏集团算什么东西，听都没听过。他爸的声音瞬间沉了下去：“我知道了，儿子你没受伤吧？”爸您放心，幸亏有人掩护我，我才跑出来。挂断电话，杨涛的脸上哪还有半点委屈，只剩下阴狠的冷笑：“一群垃圾，都给我等着！”他自言自语，眼神里透着贪婪：“赵玲，你迟早是我的。”原来他今天来根本就是为了赵玲。此时会议室里，一个叫何林的学员表演完毕，紧张地看着我。我看着手里的资料，缓缓开口：“何林是吧？”他哆哆嗦嗦地点头：“是的，老师。”我直视着他：“别紧张，你的唱功、嗓音、换气都很不错，但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紧张，一紧张就忘词，这是舞台上绝不允许的。如果这首歌不紧张，会更加完美。”我看着何林，直接点出他的问题。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特别紧张。”我盯着他的眼睛，问了一个关键问题：“那我有个疑问，你能克服吗？”老师放心，我一定能克服。他斩钉截铁：“很好，要的就是这股劲。那好，我现在就给你通过，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他瞬间激动起来，连连保证：“老师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失望。”我笑了笑，让他回去好好练习。何林兴奋地冲出会议室，外面等待的人一看他那表情，就知道结果了。他的兄弟肖阳立刻围上去：“兄弟，过了吗？”“过了，我紧张的都忘词了，但顾总还是让我过了。”肖阳激动地拍着他：“太好了，但你录制的时候可千万别紧张了。”就在这时，李珊走了出来：“下一位，严清雪。”老大林文卓立刻给严清雪打气：“清雪，别紧张，相信自己。”严清雪扑哧一笑：“知道了，怎么你比我还紧张？”他说完，深吸一口气，走进了会议室。我看到他进来，直接开口：“这位学员，请介绍一下你自己。”“2位老师好，我叫严清雪，毕业于魔都戏剧学院。”陈琳点了点头：“准备唱什么歌？”严清雪想了想，报出一个名字：“我想演唱顾寒的《鲁冰花》。”我立刻掏出手机连上音响，伴奏声缓缓响起。可他刚唱了2句，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我弟顾寒带着几个舍友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严清雪的歌声戛然而止，我眉头一皱，但还是对他做了个手势：“继续你的演唱。”他点了点头，歌声再次响起。顾寒几人悄悄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哥，他唱得不错啊。”我点了点头：“确实不错，签下来又是一员大将。”我转头看向陈琳：“你觉得呢？”陈琳却一脸苦恼：“好是好，
但现在公司就我一个经纪人，你是不是该从晨光调几个人过来了？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忙道歉。不好意思，玲姐，回去我就跟赵玲说。眼看一曲唱完，陈琳率先给出评价，演唱的非常不错。她看向我，顾总，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我没有问题，可以通过。颜清雪瞬间露出惊喜的表情，刚要道谢，我却直接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嫂子，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你愿不愿意？嫂子。话音刚落，旁边的顾寒他们异口同声的喊出来，全都一脸懵逼的看着我，我这才有些尴尬的解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颜清雪是我大学好兄弟，也就是我老大的女朋友。他震惊又兴奋，真的可以吗？当然，我怎么会骗你？不然我在老大那儿可不好交代。我这话一出，他立刻激动的点头。那我愿意。废话，这可是天后赵玲的公司，能不愿意吗？行，嫂子，过2天会有人联系你签合同。我接着又交代，你出去跟老大说一声，让他联系老二他们，今晚我做东，咱们聚一聚。临走前，我特意叮嘱。对了，嫂子，这事暂时保密。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转身出去。我看着他找到林文卓，把我的话带到，老大立刻拿出手机开始摇人，而我则继续面试，一直忙到下午。就在这时，业务部长敲门进来。顾总，学校那边谈妥了，他们可以派老师，但要求我们长期合作，优先考虑他们学校的学生。我摸着下巴，毫不犹豫。可以，但他们明天必须派人过来。业务部长立刻点头去安排。我抬手看了看时间，已经5点半。李珊，通知一下，今天就到这儿，没报上的明天再来。处理完一切，我转向陈琳。玲姐，收尾工作交给你了，我还有事。陈琳无奈的摆摆手。行，你是老板，你先走，这儿交给我。我笑着道谢，起身就走。谁知刚出会议室，顾寒就追了上来。哥，你等一下。我有些奇怪，怎么了？你突然对我的聚会感兴趣了？他嘿嘿一笑，凑过来。你想啊，待会儿你要是喝醉了，还得找代驾，带上我，代驾费不就省了？我一想说的还挺有道理。行，走吧。在路上，我直接拨通了老大的电话。喂，老大，你们在哪儿呢？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老三，我和小雪在你公司对面的海底捞，老二他们也在，你直接过来。行，等我，马上到。挂了电话，我跟顾寒直奔对面。一进餐厅，我就四处张望，一眼就看见了冲我招手的老大林文卓。我带着顾寒快步走过去。我们宿舍4个人，今天终于到齐了。老大林文卓旁边坐着白白净净的老二张文龙，1.85米的身高，妥妥的小鲜肉一枚。而那个戴着眼镜、笑容腼腆的，正是我们宿舍的智囊老四何志鹏。老二张文龙上来就给了我一拳，老四何志鹏也笑着抱了抱。刚坐下，老二就开枪了。老三，大半年没见，忙啥呢？我摊了摊手，刚想说在家闲着，老四何志鹏就笑了，还狡辩。老三，你的事老大都说了，华夏好声音可是你亲自策划的。我赶紧打住他们，那事儿知道就行，别外传。接着我一把搂过顾寒，给你们介绍下我妹顾寒。谁知老二张文龙当场就炸了，他指着顾寒，眼睛瞪得像铜铃。老三，她是你妹妹。我笑了，是啊，同父同母，亲的不像吗？可我话音刚落，老二更激动了。我真的没想到你跟顾寒竟然是兄妹。我直接被他这反应搞懵了。不是我说老二，你不至于吧？一惊一乍的。这时老四却笑得不行。老三，他之所以这样，那是有原因的。你妹可是上过电视的大明星，老二从那时起就是他的铁杆粉丝。他手机铃声现在还是那首淋雨一直走。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与此同时，颜清雪也认出了顾寒，2个女生立刻叽叽喳喳聊了起来。我拍了拍桌子，行了行了，点菜了没？边吃边聊。老大林文卓嘿嘿一笑，你这主角不来，我们哪敢点啊？我信你个鬼！这老小子肯定是想宰我一顿，结果被老二老四拦住了。我大手一挥，点，想吃什么点什么，别给我省钱。老大听完眉开眼笑，立刻招呼服务员，还不忘冲老二老四挑了挑眉。结果他拿过菜单，也就点了几个普通菜。轮到我妹顾寒，她接过菜单，冲我狡黠一笑：“哥，钱带够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丫头要开宰了。我咬着牙点头，点，你看着点，就是别太狠。我这一脸肉痛的表情，老大和老二看不下去了。老三，不是我说你，对自己妹妹至于吗？就是能吃你多少钱啊？我心想，呵呵，待会儿吓死你们。这边顾寒已经开始点菜，给我来一只奥龙，最大的帝王蟹也来2只，鲍鱼来1份，红酒罗曼尼康帝吧来1瓶。他每说一句，林文卓他们的脸就白一分。等服务员记完单离开，整个桌子都安静了。我叹了口气，看着目瞪口呆的3人。老大、老二，你们刚才不是说要不了多少钱吗？那你们给我算算，他点的这些，再加上你们点的，一共多少？我这一句给我算算，他们3人当场就木了，看着满桌的海鲜，谁都不敢动筷子，只有我妹顾寒没心没肺的大快朵颐。我看着他们好笑，行了，都吃吧，不用你们掏钱，钱我带够了。 3人这才苦笑着拿起筷子。老四何志鹏边吃边感慨：“老三，这顿海鲜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贵的。”老二张文龙也附和：“说的谁不是一样？”可就在这时，老二突然话锋一转：“对了，老三，柳如烟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瞬间，所有人都停下动作，我当场无语。我说老二，你提他干嘛？这龙虾不香吗？谁知老四也凑过来：“老三，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我无奈叹了口气，只好
好摊牌。你们听好，柳如烟已经是过去式，而且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女儿。说完，我露出一脸幸福的表情，可他们3个人直接傻了，时间仿佛静止。好半天，老大林文卓才反应过来，不是老三，这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就结婚了？老二也追问，你大一就只知道学习，除了柳如烟，没见你跟谁来往过？刚分手就结婚，还有了孩子，闪婚也没这么快吧？就在这时，老四何志鹏猛然间蹦出一句：“老三，你不会是做了接盘侠吧？还是找了个富婆？”话音刚落，正在喝酒的顾寒一口酒全喷了出来，他咳得小脸通红，却笑得直不起腰。志鹏哥，你说我哥是接盘侠？这一下，他们3个全懵了，齐刷刷看向我妹。老二忍不住问：“顾寒妹子，你哥都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我听着这些话，差点当场去世。我深吸一口气，只能全盘托出。兄弟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大一开学那晚我们一起喝酒？他们点了点头。当然记得，那晚就你没回宿舍。我压低声音：“没错，就是那一晚我没回去，还跟一个大我3岁的小姐姐开了房。就是那一晚怀孕了，她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3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引得周围食客纷纷侧目。老大林文卓赶紧起身挨个道歉。等他坐下，他死死盯着我：“老三，你说的是真的？”我点了点头，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他们听完，从震惊转为羡慕，纷纷向我道贺。这顿饭总算吃完，结账的时候看着账单上的数字，他们仨终于明白我刚才为什么会肉痛。因为喝了酒，我让顾寒开车，跟他们道别后，我们驱车离开。回到家，天都黑了。赵琳看到我醉醺醺的样子，一脸无奈，把我扶回房间。第二天一早，我头疼欲裂，刚醒，赵琳就递来一杯水，埋怨道：“你这是喝了多少？不能喝就少喝点。”我挠挠头，嘿嘿一笑：“老婆，我错了，保证没有下次。”谁知他话锋一转：“对了，小韩说你昨天跟杨氏集团的公子哥起冲突了。”我满不在乎：“一个跳梁小丑而已，直接让保安丢出去了。”可赵琳却严肃起来：“这事爸知道了，让人查了一下，杨氏集团市值300亿，那个杨董事长可是相当宠儿子，得罪他儿子，对方实力强还好，如果是一般人……”他没说下去，但我懂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我刚接通，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是瀚海娱乐的顾总吧？我是杨氏集团董事长杨震，咱们约个地方聊一聊怎么样？”我眉头一皱：“杨董事长，我觉得没必要吧，井水不犯河水，对谁都好。”然而杨震却不依不饶：“顾总，还是好好聊聊，也许我们还能做朋友。”我心里冷笑：“朋友，我倒要看看你想玩什么花样，真把我惹毛了，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当即决定：“行啊，杨董事长，那就来我办公室谈吧。你要是不敢来，那就算了。”在自己的地盘才最安全。杨震似乎没想到我这么直接，沉默片刻才开口：“行，中午2点半我过去。”说完就挂了电话。赵琳一脸担忧：“老公，他要干嘛？这事得跟爸说一声。”我叹了口气：“行吧，跟爸说一声。”但紧接着一个骚操作在我脑中形成。我凑到赵琳耳边：“老婆，你说我先跟杨震见面，等他威胁我的时候，我再给咱爸打电话，然后你再给我老丈人打电话，让他们俩一起动手，怎么样？”赵琳当场哭笑不得：“老公，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咱俩的爸，好让你自己装逼是吧？这都什么骚操作？你是怎么想到的？”我嘿嘿一笑：“小说里看的，里面不都这么演吗？”赵琳扶着额头：“以后不许看这种小说。”我赶紧搂住她：“好了好了，我这不是活跃下气氛吗？”吃早餐时，我还是把这事跟老爹顾振国说了，当然装逼那段没敢提。老爹听完，摸着下巴沉吟片刻：“行，儿子，你尽管去见他，剩下的事交给我。”我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那爸，如果我把待会儿他威胁我的过程录下来，放到网上，对你有帮助吗？”老爹瞬间瞪大眼睛，一脸讶异地看着我：“儿子，我怎么没想到你小子够狠啊！这么一来，他们杨家可就成了过街老鼠。”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爸，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要是什么都不做，岂不是显得我好欺负？”想到这，我跟我爸对视一眼：“行，咱们父子俩开始行动。”吃完饭，我立刻开车直奔公司。路上，我给张勇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准备点东西。很快，我到了办公室，张勇也带着人进来。顾总，您要的东西。我接过来一看，嘴角上扬，不错，帮我装上。我随即吩咐，让老杨和小沈站我旁边，牛勇他们就在外面假装办公。张勇秒懂，立刻去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下午2点半，前台敲门进来。顾总，杨氏集团的杨董事长来了。我靠在椅子上，淡淡开口，让他进来。我看向身边的老杨，他冲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下一秒，杨震带着他那个活宝儿子杨涛，还有几个保镖，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他扫了一眼我身边的2个人，眼神里全是轻蔑。也是，他带的人可比我多，可惜人多不代表就有用。杨震一屁股坐在我对面。顾总，我说2点半就2点半到。我懒得跟他废话。杨董事长，有话就直说吧。他似乎没想到我这么不给面子，愣了一下。看他那表情，估计是觉得我这种小年轻没被社会毒打过。他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年轻人脾气不要那么火爆，不然很容易吃亏的。”我笑了：“哦，那我倒要看看杨董事长怎么让我吃亏。”他儿子杨涛突然跳了出来：“小子，你很猖狂啊！别人见了我爸都恨不得跪下巴结，你最好态度好点。”
不然我爸一生气你就完了。听着这奇葩言论，我差点没绷住。更离谱的是，杨震还一脸得意，赞许地看着他儿子。我儿说的太精辟了，孺子可教。接着，他把脸转向我，小伙子，我听我儿子说，你昨天不仅跟他起冲突，还要动手打他。我当场懵了，打他？我不过是让保安把他丢出去。我看向杨涛，那小子还冲我得意的笑，我直接无语。我昨天打你了，你这么颠倒黑白，还要不要脸？我又看向杨震，还有你杨董事长，你儿子说什么你都信，我真怀疑你这脑子是怎么创下这么大家业的。这话一出，杨震的脸瞬间长成猪肝色。小子，你怎么说话的？你就不怕得罪我的后果吗？我笑得更开心了。得罪你，我怕什么？我手里有底牌，但我就不告诉你，我就是要气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杨震被我气得指着我，手指哆哆嗦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看自家老爹被气到宕机，杨涛猛地指着我的鼻子：“小子，你死定了！立刻给我爸道歉，再答应我一件事，我或许会帮你求求情。”我来了兴趣，说来听听。什么条件？他露出一副自以为是的表情。很简单，让你老板赵林过来陪我喝酒，再去酒店跟我探讨一下人生。这话一出，我瞬间听不下去，我直接打断他：“你有没有脑子？”杨涛当场懵了，刚要张嘴，我指着他的鼻子：“别说话，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子，也敢染指赵灵？我真好奇，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他一脸懵逼：“梁静茹是谁？”我冷笑一声：“哦，忘了，你们这种土鳖哪知道梁静茹是谁？”骂完之后，我只感觉神清气爽。我的老婆也是你能惦记的，要探讨人生也只能跟我。就在这时，杨震父子俩反应过来，正要发作，杨震的手机却突然响了。他接起电话，下一秒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什么？中兴酒店停了合作，说我们的毛巾有问题，客人皮肤过敏。他挂了电话还没缓过神，手机又响了。他心里咯噔一下，颤抖着接通：“喂，老刘，董事长，不好了，中兴地产也说我们的建材有问题，以后都不要了。”杨震的身体晃了晃，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瘫在椅子上。杨涛还傻乎乎地问：“爸，怎么回事啊？”杨震猛地瞪向他儿子：“是不是你得罪了中兴的人？”杨涛连连摇头：“我没有啊，爸，我怎么可能得罪他们？”我看着这出好戏，终于悠悠开口：“杨董事长，你儿子在撒谎呢，他不但得罪了中兴，还得罪了长宁。”杨涛瞬间暴怒：“你住口！我有没有得罪，我自己不知道吗？”你别说话！杨震喝住儿子，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年轻人，你把话说清楚。”我耸了耸肩，慢悠悠地抛出一个个炸弹：“很简单啊，因为我爸是长宁集团董事长，而中兴集团的董事长是我老丈人。”我看着他们俩逐渐呆滞的表情，投下最后一击：“你儿子惦记的赵灵是我老婆，也是中兴集团唯一的继承人。”杨涛一听，竟然当场嘲笑起来：“就你，别做梦了！你怎么可能是长宁集团董事长的儿子？”他话还没说完，杨震一个耳光狠狠扇在他脸上，直接把他扇懵。杨涛捂着脸，委屈地看着他爸：“爸，你为什么打我？”杨震却不理他，而是紧张地盯着我：“年轻人，你说你是长宁董事长的儿子，有什么证据？”他心里已经信了大半，但还想最后确认一下。我笑了：“很简单，你儿子以前得罪那么多人，为什么都没事，偏偏这次就出事了呢？”杨震瞬间想通了：“是啊，为什么偏偏是这次？”紧接着，我把目光转向杨涛：“对了，杨大少爷，既然你不信，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他怒视着我：“什么事？”我慢悠悠地开口：“有人刚给我发了短信，说你还挺有商业头脑，自己偷偷在这条商业街投资了一家手机专卖店和一家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我笑眯眯地看着他：“这事你爸知道吗？”杨震果然一脸错愕地看向他儿子，他压根不知道这回事。而杨涛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死死地盯着我，浑身开始发抖。这件事是他妈帮他弄的，只有他们母子俩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我是怎么知道的？他终于意识到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了，他声音颤抖着问：“你想怎么样？就算你是长宁董事长的儿子，这金茂商业街的事你也插不上手吧？”我戏谑地看着他：“你说的没错，金茂商业街是归金茂集团管，但是金茂集团只不过是我爸从长宁集团独立出来的子公司而已。现在你听明白了吗？”说完，我不再看他，而是转向杨震：“杨董事长，不好意思，咱们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你儿子不仅得罪了我爸，还得罪了我老丈人，他竟然敢惦记我老婆，还想让他陪酒。”杨涛的头已经快埋到地里去，我下了逐客令：“没什么好谈的了，慢走不送，别想着求情。我从小到大还没被人这么威胁过，还是父子俩一起来。”杨震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杨涛怒骂：“还不走，你个败家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说完，他叹了口气，像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浑浑噩噩地离开。等他们走后，我立刻对老杨吩咐：“拿着录好的视频去剪辑一下，等赵灵的专辑发布大卖后，直接发到网上。我要让杨家父子彻底凉凉。”老杨领命而去，没多久，李珊就进了办公室。顾总，赵灵姐的专辑制作好了，她说让你做主，在哪个平台发布？我想了想，直接拍板，就发到自家音乐平台酷
酷猫音乐吧？李珊点点头，又感叹道：“赵玲姐这段时间太忙了，又要管公司，又要录专辑。”我点点头，心里有些心疼。是啊，这张专辑用了将近2个月才制作出来。李珊看着我，有些担心。顾总，赵玲姐这次还制作了实体专辑，不知道会不会大卖。说完，他就匆匆离开去安排宣传。等他走后，我重新坐下继续敲代码，一直忙到下午，程序基本完成。我便开车回家，刚进门，小诺诺就飞奔过来。爸爸，你回来了。我笑着把他抱起来。诺诺，马上要去幼儿园了，到时候会不会哭鼻子？小诺诺傲娇地挺起小胸膛。才不会呢，诺诺最勇敢了。我笑了笑，接着看向赵玲。老婆，李珊刚才来问专辑的事，我决定了，你的数字专辑就在咱们自家的酷猫音乐发布，以后公司所有歌手的歌全都在酷猫发，绝不便宜了别人。赵玲点点头。行，我现在就去通知粉丝，好多人都在艾特我，说我骗他们，再不发微博，他们真要炸了。说完，赵玲立刻拿出手机发了条微博：“家人们，对不起，新专辑今天终于制作完成，为弥补大家，数字专辑和实体专辑将同时发布，今晚12点酷猫音乐，不见不散。”这条微博刚发出去，评论区瞬间爆炸。卧槽，真的假的？专辑终于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管他什么鬼没下载的，赶紧去下，今晚必须支持。今天就发布，看来是我们错怪女神了。但是这酷猫音乐是什么鬼？一时间，无数粉丝涌动起来。然而，一群早就埋伏好的水军彻底懵了。京都某个房间里，10几个人面面相觑。老张现在怎么办？这怎么骂？是啊，李晴天那边付了钱的，这单生意要黄了。被叫老张的男人沉默了许久，猛地一拍桌子：“把钱退了，今天这单生意我们不接了。这么多钱，你说退就退。”有人当场急了，毕竟这可是一笔大单。然而那个叫老张的头却一盆冷水泼下来。你们没看到瀚海娱乐也转发了吗？他一字一句提起万盛娱乐老板入狱，晨光娱乐直接被收购的下场，那帮人瞬间冷汗直流，背后发凉。晨光娱乐都斗不过，我们算个屁！这单生意不接了。李晴天那个没脑子的女人，她爱找谁找谁。就这样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紧接着时间来到晚上12点，赵琳的所有粉丝全都守在屏幕前等待着那个时刻。0点钟声敲响的瞬间，酷猫音乐首页，赵琳的新专辑推荐准时弹出，12首我为她精挑细选的歌，赫然在列。泡沫、光年之外、喜欢你，每一首都是王炸。当粉丝们看到歌单里竟然有3首粤语歌时，评论区彻底疯了。我操，女神第一次唱粤语歌，别废话了，我已经买了第一个，楼上手速也太快了，兄弟们冲啊，不能落后！下一秒买到专辑的粉丝点开了播放键，歌声响起的刹那，整个酷猫音乐的弹幕彻底被引爆。等他们听完最后一首歌，所有人都激动到语无伦次。值了，太值了，每一首都是经典，12首歌才12块钱，一首1块，女神这是来宠粉的吗？后天实体专辑必须买爆！就在这时，一个眼尖的粉丝发现了滑点。兄弟们，你们发现没？这12首歌的作词作曲竟然是同一个人，夏天，这谁呀？没听说过，不会是哪个曲爹的马甲吧？看着屏幕上飘过我的马甲，我笑了。深藏功与名，粉丝们彻底疯了，评论区直接变同城交友现场。魔都有没有兄弟一起去组队？他们约定好后天一大早必须买爆实体专辑。我们女生也不能落后，炊烟大军里，我们可是男生的2倍。就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行动，在网络上悄然成型。第2天一大早，我和赵琳刚起床，她的手机就疯狂震动，是经纪人李珊。赵琳刚接通，还没开口，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李珊语无伦次的尖叫：“赵琳姐，火了，火了！”赵琳一脸懵：“小珊，你先说清楚，什么火了？”电话那头，李珊的声音激动到破音：“是专辑呀，你猜猜销量有多少？”赵琳无奈地看了我一眼：“不猜，你直接说。”下一秒，李珊爆出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数字：“赵琳姐，100万，从0点到现在已经卖了100万张，你打破记录了。”赵琳整个人都懵了，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确认数据真实后，她挂断电话，猛地扑向我：“老公，你猜昨天的专辑销量是多少？”看着她激动到发光的眼睛，我笑了笑：“10万。”她小脸一扬，摇着我的手臂撒娇：“少了，再大胆的往上猜。”我沉吟一下，给出一个自认为很高的数字：“那50万总有了吧？”谁知赵琳笑得像个小狐狸，直接摇了摇头。她伸出一根手指，声音都在颤抖：“是100万，老公，是100万的销量。”听到这个数字，连我也被镇住。要知道，我前世最巅峰的专辑一天也才90万。我再也忍不住低头吻住她的小嘴，她随即搂住我的脖子。就在这关键时刻，门外传来小诺诺的声音：“爸爸妈妈，你们起来了吗？”我心里这个气啊，这小丫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赵琳看穿我的心思，笑着安慰我：“好了，今天晚上满足你，别让女儿等急了。”听到老婆的话，我这才不情愿的去开门。门一打开，我弯腰抱起小诺诺：“走，诺诺，我们吃早餐去。”一家3口刚下楼，顾寒就埋怨起来：“哥，嫂子，怎么现在才下来？”我懒得理他，自顾自的把小诺诺放在椅子上。赵琳笑着解释：“刚接到电话，说了下专辑销量的事。”我爸顾振国立刻好奇的问：“哦，
销量出来了，是多少？赵琳深吸一口气，报出那个惊人的数字。爸，从昨天12点到现在100万。我妈徐玲直接惊呼出声：怎么这么多？数据是真的吗？赵琳肯定的点点头，顾寒更是激动的站起来。嫂子，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这销量已经是当前最高的了。可下一秒，他渴望的看着我：哥，我也想要出张专辑。我听到这话，先是一愣，随即一盆冷水泼过去。想出专辑？你现在有多少粉丝？他顿时语塞，尴尬的说只顾着玩，没统计过。我没好气的白他一眼：那就别想了，连粉丝数都不知道，出了专辑卖给谁？说完，我看了眼时间，起身准备去公司，和小诺诺亲了一口，跟爸妈打了声招呼，我便开车直奔公司。到了办公室，我立刻给李珊打电话。他一进门，我直接问：赵琳的实体专辑原计划发行多少？李珊回答：之前商量好的是1万张。我手指敲了敲桌子，做出一个决定：你跟工厂说一下，再加5万张。李珊的脸色瞬间变了。顾总，这样卖得出去吗？现在实体专辑已经很少有人买了。我看着他担忧的样子，只是笑了笑。放心吧，你只管去联系。然而我并不知道，就在我运筹帷幄的时候，京都华娱娱乐一个女人正死死盯着赵琳的名字，眼神里满是怨毒。她叫李晴天，是华娱力捧的天后。此刻她正一脸阴沉地质问助理：你的意思是没有水军敢接我的单子？助理小刘吓得头都不敢抬。是的，晴天姐，他们都说你作死别拉上他们，还说你惹谁不好，偏要跟赵琳过不去。李晴天简直气炸了，不就是个刚晋升的天后吗？一个个怕成这样。可她话音刚落，一个女人就冲了进来，是她的经纪人程潇，一脸恨铁不成钢。晴天，你想作死别拉着公司一起，赵琳的背景不是我们华娱能撼动的。程潇直接摊牌：杨总已经发话了，要么你立刻停止这些无脑行为，要么公司只能封杀你。李晴天瞬间吓傻了：封杀我？程小姐，我为公司卖命这么多年。程潇却无奈地叹了口气，掏出一个重磅炸弹：因为你要对付的赵琳是长宁集团的继承人。听到这话，李晴天瞬间冷汗直流，还好那些水军没接单，否则他的星途就彻底毁了。第二天我的电话差点被打爆，是李珊，她的声音都在抖：顾总，疯了，全都疯了！实体专辑一开售，全国音像店门口就炸了锅，有的粉丝凌晨6点就去排队，还有人想一口气买10张，结果差点被后面的小姐姐们围攻。结果呢，你追加的那5万张，加上原来的1万张，整整6万张专辑，不到半天全国售罄，无数粉丝在哀嚎，说根本抢不到。我悠闲地喝着茶，享受着首批专辑售罄的战果。随后我放下茶杯，平静地吐出几个字：联系工厂，再加10万张。电话那头李珊当场愣住，眼睛瞪得像铜铃。顾总，10万张是不是太多了？要是卖不出去怎么办？我看着他忐忑的样子，不禁笑了。卖不出去？放心，绝对不可能。要不我们打个赌？我看着他，慢悠悠地抛出赌注：就赌钱，你赢了，我多发你2个月工资；你输了，下个月工资就没了。话音刚落，李珊的脸瞬间垮掉，她连连摆手：顾总，我这就去给工厂打电话。说完，他像逃命一样冲出我的办公室，跟顾总赌，他还没这个胆子。很快，瀚海娱乐的官方微博发布了新消息：因广大粉丝要求，赵琳实体专辑紧急加印10万张。同时还发了一条视频，视频里杨涛父子丑态百出，正唾沫横飞的叫嚣，要让我老婆赵琳陪酒。下一秒，赵琳的粉丝们彻底炸锅：这是谁？谁给他的狗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也不照照镜子，配不配？评论区瞬间被愤怒淹没，全都嚷着要人肉杨涛，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但很快就有理智的粉丝发现了盲点：等等，那个没露脸的小哥哥好像把赵琳姐的身份说出来了，长宁集团的千金。我的天，如果是真的，那赵琳姐就是真富婆。就在这时，更重磅的消息被扒出，那个嚣张的杨涛竟然是杨氏集团的继承人。这下事情彻底闹大，粉丝们为了求证，直接冲锋，攻陷了长宁集团的官方微博，瞬间评论区沦陷。我知道这下压力给到了我岳父赵景深这边。果不其然，长宁集团内部也乱了阵脚，员工们当然知道赵琳是谁，更知道她已经嫁给我这个中兴太子爷。可这种事谁敢替董事长做主，只能层层上报。很快消息传到我岳父赵景深的耳朵里，他点开视频，看完之后当场气得猛拍桌子：杨震，他好大的狗胆，竟敢惦记我的女儿！他的秘书立刻上前汇报：董事长，之前顾业已经让中兴集团终止了与杨氏的合作。我岳父听完却冷笑一声：不够，这还远远不够。他直接下达死命令，立刻通知集团旗下所有地产和酒店，彻底断绝与杨氏的一切合作。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既然网友们这么想知道，那就告诉他们真相。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赵景深的女儿谁也别想欺负。我知道杨家的末日到了，我岳父果然霸气。下一秒，长宁集团官博亲自下场，直接承认了赵琳的千金身份。不仅如此，更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赵琳已与中兴集团太子爷正式结婚。消息一出，全网瘫痪，男粉丝们哀嚎一片，心碎的稀里哗啦。我不信，女神你快出来说句话，肯定是那个中兴太子爷逼你的。兄弟们把这个禽兽人肉出来！他们像疯了一样要把我底裤都扒出来，而我爸早就处理好了一切，我的信息他们一个字也别想挖到。就在全网为我吵翻天时，我正开着车，身边坐着刚和我享受完2人世界的赵琳，外界的腥风血雨与我何干？就在这时，赵琳的手机响了，是她的助理李珊。我看着赵琳的脸色从轻松变得
错愕，然后是震惊。你说什么？我爸官宣了。挂了电话，他满脸忧虑地看着我，紧接着他立刻拨通了我岳父的电话。爸，您怎么突然官宣了？这样会给心意带来困扰的。电话那头，我岳父的声音沉稳又有力。闺女，我就是要做给那些人看，有我在，有亲家在，谁敢骚扰他？赵灵沉默了，他明白我岳父是对的。他挂断电话，转头望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询问。老公，你有什么打算？我笑了，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老婆，岳父说的对。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你连掉粉都不怕，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要不是怕影响你的天后事业，我早就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顾心意的女人。赵灵扑哧一笑，眼神娇嗔地看着我。胡说什么呢？既然你都不在乎，那我也不在乎了。我们公开吧，就算掉粉也无所谓。我重重点头。这才是我的女人，早该这样了，老婆。你放心，掉的粉保证让你10倍涨回来，甚至更高。老公，我相信你。他笑得像蜜一样甜，下一秒他就拿出手机，直接发了一张我俩的合照，配文更是直接引爆全网。玲玲们，我官宣结婚了，这是我老公，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现在很幸福。评论区瞬间被淹没，女粉丝们一片欢腾，祝福铺天盖地涌来。哇，赵玲姐，姐夫好帅，祝福你们！玲玲大军祝赵玲姐幸福，小哥哥要是不对她好，我们可不答应。然而男粉丝们却彻底崩溃了。不，这不是真的，女神怎么会有孩子了？我失恋了，心碎了。他们的哀嚎声中，一个刺眼的词开始刷屏：脱粉，再见了我的女神！一瞬间1500万的男粉，雪崩式脱粉1000万，只剩下区500万。其实赵灵真正的王牌是她那3000万铁血女粉。脱就脱，我们3000万女粉永远站在赵玲姐这边。姐妹们，明天10万张专辑，我们直接给她秒，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购买力。此刻我和赵灵已经开车回到家，网上的腥风血雨只是我们这场好戏的开胃菜。与此同时，话于娱乐，李晴天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后背一阵冰凉，冷汗森森。旁边的程潇淡淡开口：晴天，看到赵灵的事，现在什么感觉？李晴天声音都在发抖。程小姐，谢谢你，要不是你拦着我，我现在恐怕已经被彻底封杀。他现在才明白